各位嘉宾、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梁志平，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艺术与人文讲座的第16期，也是今年的第5场。今天呢，我们请到来担任这次讲座的主讲嘉宾是葛崇庸教授。他今天要跟我们报告的题目是非常有趣啊，反弹琵琶，敦煌壁画舞姿艺术形象来源考。今天这个讲座我们还有2位资深的讨论人，一位是沙武田教授，另外一位是张元林博士。几位嘉宾大家好。现在我呢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出席今天讲座的3位嘉宾的情况。葛崇庸教授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教授，他也是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和特聘教授。同时，葛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以及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还有敦煌研究院等院校担任特聘教授和兼职教授。那现在葛教授还担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葛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古汉唐文明、丝绸之路、宗教文化宗教文物、艺术考古、古代建筑等等。他的著述也非常的丰富，涉及汉唐社会与政治、古代建筑、传统社会的结构、儒学、中西交通与交流、古代艺术，还有秦陇地方文化等等。他的著作很多，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一介绍，我只想提2部他最新的著作，一部是《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另外一部是5卷本的《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这个是前几个月在3联书店出版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这个族群之间的往来等等，还有艺术宗教今天的2位讨论人，一位是沙武田教授，他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副院长，同时他还是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敦煌研究院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他主要从事敦煌学、佛教考古还有丝路艺术考古研究。他出版的专著也很多，其中比如说有敦煌画稿研究，有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发表的论文有100多篇，并且主持过很多重要的学术研究项目他还担任过大型历史纪录片《河西走廊》的学术总顾问和总统筹。张元林张博士、张主任他现在担任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的副部长、敦煌学信息中心主任兼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还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常务理事。在2014年和2015年这个年度，他曾经担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协作研究访问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敦煌的佛教图像和敦煌与丝绸之路的艺术比较研究也出版过一些很好的专著其中有《中国壁画全集》的敦煌壁画西魏卷，还有北朝隋时期的敦煌法华图像研究和其他研究者合著的著作有《敦煌石窟美术史》、16国北朝卷，还有敦煌文化探微等等另外他也有很多的论文，包括在海外也有论文的发表。那现在我们就请葛教授来做今天的讲座葛教授，谢谢你。谢谢这个梁老师，他也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持人呢，我也是这个多年拜读了他对这个法治史呀
这个文章，我看到他经常是在读书杂志上看到的啊，所以写的这个文章呀，法治史呀，对法治的这个反思呀，对中国现当代的这个启发呀，给我很大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意义吧，哎，所以我呢也是向往已久。那么沙武田教授呢是青年长江学者，那么也是后浪拍前浪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哎，那么在敦煌学呢卓有成就。张元林这个部长呢，他也是在敦煌待了30多年，他做的这个工作呀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哎，那么我今天呢就是根据梁老师的意见呢，就请沙武田教授呢和这个张元林教授呢，因为他们两个呢也都对中西关系呀，就是对中西交流呀非常有这个研究的这个造诣，哎。沙武田教授呢，他对这个于田人呀，对这个吉宾人呀等等这些，在敦煌的活动，在敦煌的反应，通过壁画，哎和文献做了很好的这个总结。那么张元林这个研究员呢，他呢是对敦煌里边的这个日神和月神，那么在对于这个就是希腊因素、希腊元素传播来的有很精到的一些研究，所以他们两个呢来和这个我做对谈呢，我都感到是个非常荣幸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向各位做一简略的报告，谢谢梁老师。我今天的这个讲座报告的题目呢是反弹琵琶，敦煌壁画舞姿艺术形象来源考。哎，大家一听呢，一讲什么考，脑袋就大，为什么呢？说你干嘛不讲讲反弹琵琶怎么弹呀？反弹琵琶怎么跳呀？你怎么来个考？是不是？这一下就把人一下子好像是掉到这个深渊里去了，是吧？一下拉到这个很谷的地方。那么我呢，给大家报告的呢，也是这个意思，哎，就说是我们怎么来做这个工作。那么反弹琵琶呢，这个呢是大家都知道，哎，我这儿放的这个是广告画，哎，放的这个广告画。那么在这个敦煌呢，甚至在甘肃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这个反弹琵琶的形象，哎，大家可以看到是吧？那么一个这个女性把琵琶反弹在这个脑袋后边是吧？就是我们叫做脖颈后面是吧？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一个这样一个形象呀，广为流传。那么像这样的雕塑呢，也是非常多的，是吧？那么在这一方面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反弹琵琶呀，那么很多。那么对反弹琵琶呢，就是我们从学术界的定义上来说呢，就是说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是中国唐代舞蹈文化中最著名的艺术形象之一。随着丝路花语等现代歌舞演出而传播呢，海内外，学术界和艺术界都一直奉为经典。哎，这个，但是唐代这种画匠呀，创作究竟是源自于盛唐、中唐，是什么时候？张协啊，就是不确，没有准确的时间呢和文本的来源，哎，这样一个答案。那么，这个有几个机构，哎，有基金会资助，掏了这个上百万元呀，他们组织这个就是历史学者、舞蹈学者、美术学者，哎，那么几个领域的共同组织成，从敦煌呢一直到罗马，哎，进行长距离的探索，哎，就是从这个敦煌啊进入新疆，从新疆到了这个中亚，是吧？从中亚到了这个伊朗，从伊朗呢经过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呢，哎，最后呢经过地中海东岸呢到达这个罗马，干嘛呢？就沿路的到处找这个啥呀？反弹琵琶的这个形象，就是我刚才放的这个形象，他们到处都找，就是希望能找出这个反弹琵琶的这个形象。
但是找了一圈呢，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找到，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呢，就得出这个结论，就是这个反弹琵琶只有中国才有，所以他说是中国唐代舞蹈文化中，他们认为是一个绝技，只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是没有的，是中国人自己发明创造的。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给大家就是做的，为什么叫考呢？就是考证它究竟是不是中国人的那个独技，就绝技、独技是不是自己人做？那么你讲的这个，你根据是什么，是吧？那么我呢，也就是依据近年出土的这个，在这个长安这个也就是在这个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在这个一个村庄里边，出土的这个贞顺皇后武惠妃的这个石锅，这个石锅上有线刻画，这个武惠妃这个贞顺皇后，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不太知道。那么通俗的给大家讲，就是这个武惠妃就是唐玄宗很喜欢的一个妃子。那么唐玄宗呢，对她非常喜欢，据说她长得这个很丰满，也很这个富态，有股这个皇后的这个相貌，那么她和唐玄宗生了3个儿子，那么在她这个里边很有名，就是这个李瑁，他的3儿子就是娶了谁呢？娶了杨贵妃，娶了杨贵妃，所以他呢，杨贵妃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么这个杨贵妃呢的婆婆就是这个武惠妃，所以这个武惠妃呢当时很有名。那么为什么她没有当上皇后呢？就是因为她姓武，是武则天家族的人，所以当唐玄宗呢想把她立为这个皇后的时候遭到了这个朝廷里边大臣集体反对，就是武氏家族把唐朝呢差点给毁了，差点给害苦了，是吧？你现在又要立她当这个皇后，那怎么能行呢？所以大家一致反对，所以唐玄宗呢就立她当皇后呢没当成，那么她死了以后，把她封为叫贞顺皇后，叫贞顺，最后给她的这样一个名义吧，给这个。那么这个武惠妃呢，据史书记载，《资治通鉴》记载就是心呢是比较狠的，她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呢，这个能当上这个皇后，作为太子，所以把其他的这个嫔妃生的这个孩子就给挑拨离间，最后给让玄宗呢给迫死这些人呢，就是其他的这个接班人给自杀了。所以史书里边记载就说他的这个老有阴魂缠绕着他，所以武惠妃39岁就给死掉了。那么在他的这个死了以后，他的这个棺椁我们呢就是都不知道。那么在这个棺椁上呢，我现在讲的就是在这个棺椁上有了开元25年一个男性的胡人反弹琵琶艺术造型，它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女性，而是男性。那么呢，我说修订了原来为女性舞技的说法，当然呢，他们说你这不是修订了，你这颠覆了，是不是？你是把原来那个这个反弹琵琶是女的，你现在说成是男的了，是吧？原来呢是汉人女子，你现在说成是胡人男子，是不是？所以这个说法呢，就是这个反弹这个琵琶呢，怎么样？就是从皇家的这个宫廷艺术里边开启就在武惠妃的这个棺椁上，来自异域的胡人是这一个传播的来源，那么由此可以看到6到9世纪这个时期外来文化的吸纳和发展，那么我就分3个部分呢，给大家做一个讲解。第一个部分就是唐长安贞顺皇后石锅的反弹琵琶，那么这个石锅呢是非常有名，但是呢，现在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呢地下库里放着，所以很多
人听我们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呀，而且看了这个书以后，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啊，都找不见它。哎，因为这个呢属于我们的国宝。那么2010年是从美国追缩回来的。哎，这个呢，当时他在这个长安区的这个农村里边啊，我去看过，哎，到那个墓那儿去看过。那么这个盗墓贼呢，他们这个胆大妄为啊，就是打这个洞啊，这个搞了很大的这个名堂。那么我还问他们的村民，我说他们在这儿盗，你们不知道吗？这个村民说呀，他们打着这个公安的旗号，把它这个封闭起来，哎，所以把这个棺椁呢，就是这个石锅呢，就是27吨重，哎，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用吊车，怎么用这个铁链啊，把它从那个墓底下呀给它拽上来的，哎，然后呢运到香港，从香港呢它运到美国去了，哎，那么最后被我们这个发现以后是吧？根据这个我们中美这个文物追缩的协议，哎，经过呢大概是6到7年的这个谈判，2010年从美国追缩回来了，哎，所以现在呢就收藏在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那么，所以我刚说了，就是这个石锅的主人呢是唐玄宗呢恩宠的这个嫔妃啊武惠妃。开元25年呢，就是公元737年，他薨于就是死于啊长安的兴庆宫。第2年4年呢，公元738年呢，葬于呢就是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区大赵乡庞刘村，朝廷命名为晋陵，哎，命名为晋陵，哎，所以这个他被盗走了以后呀，就是这个据说，哎，这个据这个公布出来的材料证明，他是100万卖给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个收藏家了，哎，我们是根据中美合作这个文物追缩条例，最后这个呢美国收藏家呢，他承认是他买的，同意把它无偿的呢退还中国，哎，所以这个到了我们的这个港口以后，我们很这个重视的把它接回来了，哎，把它接回来，哎，那么这一所开元盛世，我刚讲的是开元25年的，正是开元的呢这个唐朝呢一个社会的一个高峰，哎，一个繁荣的高峰。那么这个开元盛世制作的皇后级别的石锅呀，是我们迄今为止在唐代出土的几十座石锅里边等级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的石质葬具。在它的这个里边呀，在这个石锅的内壁啊，它雕刻有10幅人物屏风画，这个屏风画上有21个皇家的侍女，哎，丰腴美貌，哎，都是用我们现在都是胖妞，哎，胖乎乎的，哎，那么这个外壁呢，是除有4幅胡人勇士牵神兽以外，在它的壁柱上呀，刻有众多高鼻深目、满鬓卷发的胡人的形象。一群手持乐器的胡人乐手呀，被花丛环绕这个包围，其中就有2名呢反弹琵琶的胡人的舞者，哎，就是这个石锅，哎，这现在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地下库这个放着，哎，我们看到这个石锅呢是27吨重。那么在盗墓贼他盗的时候呢，大家看我箭头现在所指的地方，就是它有豁口，这是被砸坏的。那么这个石锅呢，它这个高级呢，就是在我们看到几十座这个唐代的这个石锅里边，只有它是彩色的。大家看它的窗户上是绿色的，是不是啊？哎，它上面呢还是有红色的，我箭头所指的。那么它的这个门呢，原来是金炮钉，但是由于它这个盗墓呀，运到这个美国来回折腾呀，这个金炮钉呀已经看不清楚了，只有你爬到跟前呀，能看到那个炮钉啊，这一排一排的炮钉啊，有金色的残余那个残粉在上面，哎，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呢，非常这个就是非常惊讶呀，哎，所以他在这个518的这个第1次展出的这个晚上，哎，他们邀请我去看的时候，我一看啊，我当时就惊呆了，啊，这样的这个高级的，我确实还是第1次见到，哎，这是我当时在这儿这个
这个拍的这个照片，哎，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啊，哎，这个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上面指的红色的是吧？我们看到别的石锅上没有这样的彩色的，而它是这个彩色的。我刚刚讲这个庖丁上还有金色的这个哎，那么它和别的这个石锅不一样，别的石锅这个门上都有守门的宦官呀，或者是有守门的这个武士呀，哎，将领呀，或者有其他的形象，但这个没有，哎，而他绝的在哪里呢？他绝的是在我现在这个箭头这儿指的1、2、3、4，它底下有4幅这个石雕画，哎，这4幅石雕画就是我讲的，就是来自于这个罗马的这个勇士呀，牵着神兽，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当时我一看以后呀，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凡，我说这个东西我要研究，哎，所以我当时拿着相机啊，就贴着这个石头呀往过拍，哎，贴着这个石头往过拍，哎，把这个，因为这个石头上这4个立柱，哎，和里边啊都是有画的，哎，都是有画的，哎，这个就是带来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我们以前没见过，这是皇后级别的一个，哎，这个我现在放的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石锅里边的画，哎，大家看左边这个，我现在箭头指的这个女的，你看她的这个头发，哎，她雕刻的多么细呀，哎，这个头发丝度，而且她头是高鸡头，哎，你看她头是个，这都是贵族这种女性，哎才有的，哎，而且她额头上你看还有花钿，哎，我现在箭头说仔细看，哎，那么右边这个女的呢，也是大家看她的那个头发都雕刻的非常细，而且她胖胖的，是吧？我讲很肥，这个很丰腴，是吧？哎，那么她手呢也拽着这个头发，大家可以看到，那么而且她这个脸上原来都是涂有白粉的，哎，而她的嘴唇呢是红的，所以很多人看了以为呢，说这个嘴唇是不是你们画上去的？不是，人原物就是这样的，原物就是红嘴唇，哎，所以大家再看这个也是，哎，一共她有21个女的，哎，大家再看这边这个也是这样的，是吧？她这个脸呢是上面涂白粉的，哎，她这个头发，哎，这边这个你看那个女性，这个我放大以后大家可以看看，你看她画的眉是残眉呀，就是桑蚕那个蚕眉，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蚕眉，哎，你看看她那个樱桃小嘴，然后她这个嘴呢，她讲究呢，你看她也是涂的口红，哎，而且呢，你看很胖，是不是很胖？哎，所以我一看到这个胖，马上就这个想到我们这个反弹琵琶里边呀，当时呢，这个歌舞这个就是阴阳呀，就戴的那个长命锁，哎，这个长命锁，所以因反弹琵琶这个舞蹈演时候，就有人质疑，就说你这个唐代有没有长命锁这个东西？哎，后来就说是，他们是根据这个敦煌壁画里边画的，说敦煌壁画里边是什么？反弹琵琶上呢，就是这个女的呀比较胖，所以大家现在看看我现在指的这个女的，她的这个脖子底下是不是很丰硕呀？这个肉就堆的这个，所以这个看到这个这个线条啊就很胖，所以如果把这作为长命锁的来源呀，那就是编剧艺术家编出来的。因为我们在唐代呢还没有发现有长命锁这样的东西，哎，这个长命锁呢大概是到了宋代以后。但是我们看到这2幅图是吧？看到这个武惠妃这里边，哎，我们现在看到它21幅画，我们认为这是宫官，宫殿的宫，哎，宫官呢就是伺候皇后的呢高等级的，哎，这些官员，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后来呢，我们就专门请了3D 公司，来扫描，扫描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是吧？左边和右边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女的，哎，就我刚讲的，胖胖的是吧？而且你看她的头发都是，我把它叫做波浪头是吧？我们说是无风波浪，是不是？哎，这种头发，哎，这种造型呀，真的不亚于我们现在这个妇女造型，哎，就是这种装束打扮呀，哎，你看她穿的这个衣服是吧？哎，我们看到右边这个也是，哎，她手里还拿的这个我们叫做佛尘，后面这个跟随她的人手里还拿的一个乐器是吧？前面这个呢捧着呢是一个这个
我们把它叫梳妆盒也好，这个八宝盒也好，是不是啊？就你看她穿的这个四川整个这个女性呀，就是这种装束呀，在这个棺椁里边，这4个就是我讲的很关键的。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讲的石锅那个门上4个，这4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来自于呢，就是拜占庭他们所继承的希腊罗马的那个画啊。大家看左边这个，哎，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个胡人是吧？他手里拉着什么呢？拉着神兽。为什么叫神兽呢？不是狮子呢？因为狮子不可能长角，大家可以看到它，我箭头所指的是长的角，是吧？然后它是豹身，哎，身上一块是豹子的身，我们把这蒲扇式的尾巴，是吧？是一种组合体的一个神兽。那么右边这个也是这样的，右边这个你看它这个动物的头上长的这个双角神鹿，是吧？是像鹿一样的双角，身上还有火焰，是吧？也是豹身蒲扇式的尾巴。右边这个呢也是牵着它，哎，底下这2个呢牵的就是狮子，而不是神兽了，哎，一个呢头顶已经秃了的一个人牵着这个，哎，牵着他这个狮子，右边这个也是，哎，身上还都有飘带，哎，都有飘带，哎，它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他那个腿，哎，他那个腿呢都是希腊勇士呀那种带这个软甲的那种腿，哎，带软甲，而且他穿的那个鞋呢都是很轻便的，我们叫做羊皮这个便鞋，哎，这懂希腊画的人呀，懂罗马画的人一看就知道，哦，这是我们的东西，是吧？来自于我们故乡的这种的神，哎，在这个呢也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皇后的这个石锅正面上来出现的。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要保护这个皇后，保护这个棺椁，是吧？哎，一直到希腊的这个墓地里边都出现有狮子来守护这个墓地的形象。所以这个东西一看以后，哦，我当时这个一拍照片啊，我当时很激动，是吧？哎，我把照片拿回来以后，我就请这个央美的啊，他们专门这个画画的，我说你们给我临摹出来，哎，不要走样，原样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样，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正面它来自于就是希腊罗马，哎，就是就是拜占庭继承他们的这种东西，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石柱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兽是吧？这个神兽它长得也是鹿角，哎，它前面像狮子，哎也好，是这个不像狮子也好，是吧？但是你看看它骑在这个它身上的这个勇士呀，除了飘带以外，他手里捧着就是什么呢？就是果盘。这是奥林匹亚神最讲究的，就是要给神献什么新鲜的果实。哎，这个时候，哎，就是出现的这种形象。哎，我们看另外一个也是，哎，他手里也是，大家看他这个 S 腿，这是在希腊艺术里边最讲究的。哎，他的腿呢是 S 腿，而且你看他腿很修长，哎，和我们中国的画不一样。而且你看他这个手里也是捧着什么，也是捧着果盘，他手里也是捧着果盘。而且他骑的这个马也不是马，它是个神兽，它豹身，但是马头上面的独角兽，大家可以看到独角兽，哎，这都是神的这个动物，哎，神兽，哎，这种画就在武惠妃的这个棺椁的这个外面立柱上呀出现了。所以呢，我们更觉得呢是在石棺的右侧的立柱上刻画一名呢反弹琵琶的胡人，这个胡人头戴这个日月宝冠。上半身啊穿着紧身的长袖衣衫，身上环绕就是绸帛这种飘带，脚上蹬着软底皮靴，提拉右脚呀就是挺身弯腰，单足挺立，就是一只脚呀挺立，形成舞动的姿势，是在快速的旋转这个跳舞。胡人双手高举这个琵琶呀，越过这个颈后，哎，并不是弹奏乐器，而是在跳舞。在花丛乐舞中呢。所跳的呢就是一个人，哎，而且他很注意腰姿呀扭动弯曲的夸张，舞姿不是印度那种三折曲的姿态，而是突出了男性呀一个潇洒的这个歌舞技能。我们知道印度呢，他那个舞蹈呀经常三折曲，就是前面臀
哎，前胸后撅屁股是吧？哎，就是那种三折脚，而他这个跳的呢，完全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希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舞蹈呀，它是这个特人不管是胡旋舞也好，是这个胡腾舞呀，它是跳法呢是不同的，是吧？哎，我们讲的那个胡旋舞呢，它主要着重的在手上，是吧？在上肢，而胡腾舞呢，主要是在下肢，是不是？大家看那个塔吉克那个鹰舞，就是靠腿的这个。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上手呢，就是主要是这种胡旋舞。所以我们现在跳的这个舞，包括这个新疆的舞蹈，继承它部分的姿势，但不是全部。哎，那要让这个塔吉克、乌兹别克呀、土库曼这些中亚这些人看呀，认为我们新疆的舞蹈还不地道。哎，他认为呢是经过伊斯兰以后改造过来的，和前面这个舞蹈呢还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石刻上，我们用三维把它扫描下来以后画出来的图。哎，三维一下画的图。大家看左边这个呢，它是在大量的百合花当中。哎，大家看这个人呢，他骑在这个什么一个神兽的身上，骑在神兽上，那个神兽也是鹿角，哎，豹身，他讲。而右边这个画呢，也是在大量的百合花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胡人呢，就是反弹琵琶。哎，反弹琵琶这个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腿抬起来，哎，那么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局部，把它专门抽出来画出来一看，马上就可以看到，哦，这个胡人原来是这样形状。哎，你看他的反弹琵琶高高举起，而且他头上戴的是日月冠，哎，就是月亮和太阳，哎，像这样冠。那我们这个张元林这个研究员呢，对这个日神月神都是很有研究，可以看到他们戴的这个是吧？那么他是高高举起，而且他这个右腿你看抬起来，他的这个舞蹈整个身子，这个也是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弯曲，哎，这样一个形象，这恰恰就是我们讲反弹琵琶的这个女性的它的这个来源。那么在这个石椁里边还有另外一名胡人男子，也是头戴什么日月这个宝殿这个冠带，腰肢细瘦，身穿呀锦绣贴身衣衫，下身呢也是紧身衣衫，腰间呢是有波形的花纹这个裤裙，双手紧扶琵琶放置在，也是放在这个什么脑袋后边，哎，右腿抬起，左肩呢支撑着全身呈 S 型，这种大幅度呀，这种舞姿动作呀，集中在头颈、腰肢和高抬腿的部分，表现出男性的强劲外貌。大家注意，就是他一定是腿是高抬的，哎，这个跳舞这个，哎，这个我们一直到现在看的新疆呀，特别看到塔吉克舞呀，都是很注重腿功，他跳得很高，哎，就这种舞蹈，哎，形状，哎，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作，就是我箭头所指的，这是它的原作上头，底下呢是另外一个人，哎，这个胡人在底下吹笛子，哎，上面这个胡人呢，他这个反弹琵琶，哎，我们再把它放大，大家可以看，刚才那个是一个反弹琵琶的一个形象，哎，这个呢又是一个反弹琵琶形象，仍然它也是带着日月这个宝贝，而且它前面大家可以看，还是带有这个什么，哎，像挂珠式的这种项圈，哎，项圈，而且它腰里这个系的腰带，而且你看它腰多细呀，是吧？它腰都很细，而且它穿的这种，哎，就是软皮靴，小羊皮这种软皮靴，它这个身子也是 S 型的，哎，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武惠妃的开元25年的，哎，这个石椁上有2个胡人反弹琵琶的形象，哎，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当时看了以后，就反思呀，就说他这个和这个敦煌的这个反弹琵琶有什么关系，是吧？这就是我们要探究的这个，就是你看到考古实物，看到这个在皇后的这个石椁上出来以后，哎，这种形象。所以我呢，原来这个发表论文写出，就是说这种和希腊王宫前呀男祭司舞蹈呀献祭形式相似，因为在希腊的王宫前面就是有男的祭司也在这跳舞，哎，这类祭司出现往往是召唤呀某位特定的神明，哎，这个神明有人说认为是奥林匹亚神，有人认为不是，
这个含义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希腊呢从荷马时期呀就可以在婚礼、葬礼、宗教场合呀表演舞蹈，舞蹈形式呢这种仪式呢是一种祈求取悦神子的这个活动，对神起的一个就是一个尊敬吧。特别是交剑的这个勇士们用独舞来表示对神灵的尊敬，也是歌颂缅怀神灵的功德，所以呢，就是以舞献祭，祭神御乐，是古希腊呢沟通人神之间的一种什么文化载体。育人呀，翩翩起舞，是许多民族呀都流行的这个礼赞的仪式，这个呢。好像是一直保留在我们现在一些少数民族里边，仍然有这种就是在这个去世的这个故人前面呀，或者是在这个祈求亡灵的时候，都会跳舞，这个我见的不多，但是我看到在这个蒙古啊，蒙古族啊，在这个西藏啊，在其他的一些民族里边，都会有这种形象。那么这种形象。在希腊里边也证明人类呢，它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域里边都会出现这种状况。那么武惠妃十国里边内壁刻画了一群风采美艳的宫廷女性，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个，但是外部立柱上的线块没有一个女性或一个女神的形象，就是它在这个棺椁里边都是女性一圈，10幅画21个女性，但在棺椁的外面呢却没有。外面呢却成了什么？一群牵着神兽、骑神兽和手持横笛、腰鼓、琵琶等乐器的西方面貌的男性人物，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是吧？无论是卷发的长须，还是深目高鼻，却出现了2个反弹琵琶的胡人形象，促使我们思考反弹琵琶造型艺术来源。就是你要讲，你要有根据是吧？你凭什么说它？那么就是在这个图像里边，我们看到了，那么在这个石锅上还有其他的这个胡人的这个形象，这个胡人不是反弹琵琶，但是他抱着琵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形象是吧？另外2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呢是拍腰鼓的，我们把它叫长颈腰鼓是吧？和现在那个朝鲜族跳的那个长颈腰鼓很像，右边这个是吹笛子的，吹笛子，就是看到他们穿的这个衣服都是紧身服，都是紧。我们知道我们汉人穿的都是宽大这个松弛的这，而他们穿的呢都是紧身服。大家通过这个衣服也可以看到腰都很细，就反映他们追求这个跳舞的这个舞蹈者是很注意这个身材的，是很注意身材的，那么当然了，这个武惠妃的这个在她的这个墓葬的这个墓室里边，还有这个壁画还有一些陶俑都被盗墓贼呢，就是已经给盗走了，已经流失了。那么我们现在追溯回来，从美国就是我现在放的这幅，这个壁画，这是唐墓里边壁画。那么我们追溯回来，大概可能有4、5幅这个壁画，这个壁画呢，这个盗墓贼都已经把它镶到这个玻璃框里边去了，所以也是看这个盗墓贼是很下这个功夫是吧？那么其他的陶俑什么都已经破碎了，那么其他东西都流失了，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盗墓贼这个非常这个可恶是吧？是在我们这个中国大地上偷盗了很多东西，所以有人认为就是流失到海外的这些文物里边有很多精品是吧？那我们都不知道，那么只有这个浮出水面以后，我们才知道，可以看到很多我们想象不来的这些艺术的这个精品当然，这个武惠妃这个壁画里边还有这个顶杆的这个就是表演杂技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都是已经被破碎了，那么这个考古报告呢，已经整了将近10年了，到现在还没整出来，我们也多次督促，希望这个考古报告完整的再现这个墓葬的这个状况，而且它是皇后级别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就介绍给大家，在武惠妃石锅里边，我们发现了反弹琵琶胡人的形象。第二个呢，就是
要找证据了，要做对比了，就是拉萨大昭寺吐蕃银壶上的这个反弹批发，哎，这个呢，一直到现在呢，就是到大昭寺也不让看，哎，一些很多老先生，包括素白先生，就是北京大学的这个考古的权威已经去世的这个素白先生，要看这个呢，当时都没看到。那么后来呢，就这次呢，是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哎，做的这个应该是个复制品，哎，是一个复制品。就这个复制品，它也是只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了1个月，所以我当时这个就赶快拿着相机啊，就跑去拍去了。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在图片上看的，就是黑白照片，没见过真实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看到的，哎，就是复原的、复制的这个形象，哎，那么这个呢，公元7世纪的西藏拉萨大昭寺啊，收藏了著名的这个叫吐蕃银壶，又称兽首胡人纹鎏金银壶，但来源和时间呢，到今天呢都没有统一的意见。这个在90厘米高的这个银壶造型上分享，壶首的头部造型有羊头、鹿头、马头不同的说法。一些外国学者对银壶的产地时间也有不同的判定和推测，但都承认有鲜明的这个�散散波斯王朝和粟特金银器的特点。这个就是它这个头，这个头呢，我也是拿着相机对着它拍，就说它是马头、羊头、鹿头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家看底下它的这个做，包括它上面这种呢是典型的呢波斯就是传播到这个中亚的这种形象，所以这个银壶那么关于银壶呢，学术界有很多专家呢都有研究。那么素白先生，他认为是7到10世纪波斯和这个粟特地区流行的器物，实上是有羊首的这个带柄的细净壶，曾见于新疆吐鲁番回鹘时期的壁画中。西亚传统纹饰中的4变球纹，由于散塞金银器所使用，人物形象服饰更具有中亚西亚一带的特色，所以他估计呢，这个银壶月是7到9世纪阿姆河流域，就我们知道中亚是吧，在这个乌兹别克、塔吉克的这个阿姆河、希尔河流域，这2个流域，他认为呼罗散以西的地区所制造的，这都是丝绸之路上呼罗散大道很有名，是吧？那么以后传入到拉萨的，或者今天的新疆青海区域，或者是由克什米尔阿里一线传播来的，这是素白先生这个老先生他的一个判断。那么这个分析判断呢，我认为是正确的，尽管也有一些就是研究藏学的一些这个藏学家，他为了突出这个吐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这个银壶是吐蕃时期藏族本土制品，但造型和纹饰更多的文化因素是来自于吐蕃相邻的中亚，应该是吐蕃时期与西域文明交流的见证。这个在学术界呢，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究竟是吐蕃人自己造的呢，还是外边传来的？一直到现在，那么当然还有人认为更远，更近了，认为它甚至是这个16世纪、17世纪以后，由这个商队供给大昭寺的，所以这种说法呢，就是我们现在都无法证明，是吧？那么大家看，就是这个，这是它的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形象，而在它的这个底下还有一个瘤，我箭头现在所指的还有瘤，他们认为在这个里边可能是装酒的，也有人认为是装神水的。那么在这个后边这个上面刻有藏文，有人认为这个藏文是后面嵌刻的，不是原始的，是后边嵌刻上去的。这个瘤也是后边装上去的，就是他献给大昭寺以后，大昭寺呢这个工匠呢又对它呢进行了这个改造，那么在这个银壶上呢，也是嵌刻有2个反弹琵琶的男性舞蹈者，外貌呢并不完全像深目高鼻的特征，一个满脸呢是蓄染，一个8字撇胡，尽管具备发髻玉这个卷曲身强体壮的这种呢，但是和隋唐时期出土的胡俑相貌有着一定的区别，因为这是金属器皿上浮雕工艺是工匠锤叠，就是锤叠出来的，这个锤叠隆起以后，这种这个艺术造型和以往所见的胡人的形象会有所变形，所以呢，有人判断它像印度西北部的人特征，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可以看，它的这个形象是吧？
不完全，你看他的眼球它是突出的，是吧？哎，这个有人认为可能是和阿富汗呀、克什米尔那一带人可能相似，但是他这个琵琶呢也是放在这个脑袋后边，是吧？哎，而且你看他手里右手拿的这个还是钵子，哎，这个弹琵琶呢就和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弹琵琶都是用的什么？带的假指甲，是吧？在这拨呢，那个时候是没有的，那个时候就手里拿着这个钵子，在这拨的这个形象。哎，这个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银壶上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放近距离，哎，大家看一看，哎，就是它的这个也是头上也是戴的什么？也是戴着日月冠，哎，这个大家看上面是太阳，底下是月亮，是吧？也是戴在它这个日月冠上，哎，这种就是这个造型，哎，那么在湖的另一边又出来了一个，这另一个湖人，就是一个男性的这个反弹琵琶的这个形象，哎，就是他这个反弹琵琶，所以有人推测啊，他这是对舞，两个人跳着互相对舞，哎，是这么样的一个形状，哎，所以在这个湖上呢，有两个男性反弹琵琶的形象，和我们在武惠妃石国上看的两个男性反弹琵琶，哎，不约而同给出现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找证据时候，哎，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舞蹈这个形象了，是吧？哎，而且它这个后面我们大家看银壶鎏金在上面呢垂叠出来的这种形象，工艺呢是相当高超的。哎，我这儿呢是做一个就是镜子的，把它一个形象呀给它弄，大家看他的腿也是高翘腿，哎，高翘腿起来，哎，这个反弹琵琶的这个形象，哎，因为关于这个反弹琵琶呀，就是在我以往的讲座里，有很多人呢给我谈的，他们不愿意谈这个反弹琵琶的这个来源，大家见了我都问的说，反弹琵琶能弹出来的，哎，因为我认为呢，它只是一个舞蹈的动作，可能后面要弹乐曲啊，可能是弹不出来的。哎，有一个藏族的一个同胞，特别是给我说我们是在玉树歌舞团。我们练了15年，我们现在已经能反弹琵琶，能弹出乐曲来了，啊！我说你这个15年练这个东西啊，我说我没，我不敢说你练不出来是吧？但是我现在探讨的不是他能不能弹乐曲的问题，而是他的舞蹈的这个知识，哎。那么这2名男性舞蹈者呢，都将琵琶置于后背脖颈上，背手反弹，单腿也是独立，是吧？呈弧旋舞的姿势。特别符合呀唐诗里边描写的十国胡儿人见少，敦舞前，这个敦舞尊前呀急如鸟，啊，就十国，我们知道十国呢也是昭武9姓，来自胡人，在现在乌兹别克，哎，石头的石，这个十国，哎，也是其中中亚的，就是这个现在乌兹别克在当时粟特的一个国，哎，我们知道有安国、康国、米国。哎，陈国、曹国是吧？也有十国。哎，他讲这个十国胡儿呀，人见的很少。哎，敦武尊前呀，就是这个形象描写这个敦武的知识呀，就是北朝呀到隋唐线刻画艺术这个图像资料里屡屡出现这种舞姿。胡人都身穿着大翻领、紧身长袍，哎，足蹬软靴，卷发外露，特别是头上戴着冠有日月宝这个宝珠装饰啊，西域的风情呀。非常明显，哎，那么是这个一度冲身的是与这2个反弹琵琶舞组合的人像中啊，身穿这个翻刻胡袍、腰系这个盘囊的这个壮汉，正在弯腰翻持一个酩酊大醉的胡人，另一个屈蹲啊垫在醉汉的脚下，而且还抱着其右足，似乎是狂欢以后啊醉醺醺的一群人的组合形象。曾经有人怀疑啊，这是不是失传的这个醉茯苓形象？后来证实不是这种醉茯苓呀，那个流传的图像。这个茯苓就是拜占庭、东罗马的这个中国的称呼。哎，关于这个茯苓的这个名称来源也有很多专家考证，是吧？为什么叫茯苓，是吧？哎，而且它是醉茯苓。这个茯苓呢，后来就代指呢东罗马人，哎，就是大概指的我们现在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一带，哎，就是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中国人一直把它叫做茯苓，一直到这个宋代，是不是？
那么当然也有人很多不懂这个茯苓的是啥意思，是吧？还有人呢甚至解释说是风吹着树林，啊，那这都是不懂这个历史，不懂这个产生的这样的这个误会，是吧？哎，那么吐蕃银湖整个艺术画面显示的还是中亚载歌载舞这种节日喜庆以后的这个场景，哎，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是吧？哎，这个湖人呢，在这个银湖上。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是吧？上面这个人呢，我箭头上面指的这个人扶着他，他在腿底下还压了一个人。我这儿把它放着更清晰，放的这个图，哎，你看这个秃顶的这个胡人，这个老胡是吧？哎，已经醉了，上面这个人抱着他，扶着他，而底下这个人呢，大家可以看他这个脑袋在这儿呢，哎，他已经压在这个人身上了。这个人是背着他呢，还是怎么着呢？哎，就是3个人呢，在这个图像里边。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喝得酩酊大醉的这个状况，哎，被出现在我们这个图像里边。你看，那么吐蕃银湖上2个这个反弹琵琶的姿势呀，都是与我们长安呀，贞顺皇后呀这个十国反弹琵琶舞者如出一辙，而且都是2名男性舞者，不是女者的这个女性的形象，可是。反弹琵琶舞姿和敦煌反弹琵琶的女性啊，又一模一样，3幅反弹琵琶舞姿形象都相同，虽然出现的地点相距遥远，是吧？那么一个呢是在什么呢？一个是在长安这个石锅里边发现的，一个呢是在拉萨大昭寺发现的，再一个在敦煌里边，我们这个壁画里边发现。所以我说这个千里迢迢呀，此外证明文化的样式的这个相通。这种艺术零和迎合呀与荟萃影响，不仅令人呀惊叹不已，就是怎么能想象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吧？你怎么能长安和拉萨，然后敦煌3点呢都出来这样的舞蹈的舞姿呢？是吧？这就是我们要找证据做对比，这也是我们讲的考证。你凭什么说，是吧？你凭什么让人相信你说的你这个是来自于这个胡人呢？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证据。第3个呢，就是敦煌莫高窟里边呀，这个中唐壁画的反弹琵琶。关于反弹琵琶的最早的出现，曾经有人推测呢，是莫高窟呢299窟里边北周时期的什么飞天反弹琵琶。但是这幅壁画呀，很难判断呀，是当时画家有意为之，侧面图像啊似是而非，所以。我们判断呀，说恐是后人一种美好理想的猜测。现在的研究者认为，反弹琵琶绘画最早是见于莫高窟呀，盛唐时期啊第172窟观无量数变这个乐舞中，两边是伴奏的乐队，中间是腰鼓和反弹琵琶的对舞形式，一脚垫肩啊，一腿这个屈膝，从飘带这个翻飞啊和旋舞的程度，可知为盛唐时期的胡旋舞。反弹琵琶舞姿是盛唐时期创作的。其表演呢极为精彩。那么这个判断准不准呢？这个我们也是请教了很多，包括就是这个沙武田这个教授呀，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对敦煌呢专门壁画有研究的一些这个先生们，我们也请教。那么他们认为呢，大概呢认为是现在172窟的这个窟啊是在盛唐时候开的。但是这个壁画可能不是当时画的，而是到了中唐以后画的，所以这个盛唐究竟指的是开元29年还是天宝15年？这里边有明确有40年的年差呀，有40年年差，所以没有明确的这个时间的40余年里边这个时间概念，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这个对比，因为我们现在发现的是开元25年的东西。是贞顺皇后上的胡人反弹琵琶，是吧？所以谁前谁后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明确可以看出，这个是北周时期的，他们说是，因为大家可以看，我们看不出来这个与反弹琵琶有关系，是吧？但是有人说这是反弹琵琶，但是我们看呢，好像没看出来。因为我箭头所指的，现在他认为这个琵琶，如果说这个琵琶呢也是抱着，是下头朝下，是吧？是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么这个呢，我们看他讲的盛唐这个画呢，
认为不是盛唐时候画的，而是中唐以后画的，所以这个呢又做了一个。那么敦煌第122窟的这个南壁东侧上，中唐的观无量寿变画里边呢，剧中华丽壮观的女性舞者，把琵琶搭在肩背后啊，右腿高举，屈身悠起，狮虎一面这个背后弹着琵琶，一面翻背着这个紧脖的长带，配着这个乐声啊，演出极尽高难度动作的这个乐舞。所以悠长的舞场似乎这个宣说这个净土的欢乐，是吧？这就是现在常见舞蹈史上所说的这个反弹琵琶舞蹈。哎，这是个原来这个画，我箭头指的这个地方呢是反弹琵琶的这个位置，是吧？哎，这个我们再把它放大，我们就可以看，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图录上呀、图册上呀，以及在各种里边最流行的反弹琵琶就是这个形象。哎，那么这个呢，明确呢是中唐时期的，哎，才出来的这个形象。哎，那么我们这样呢就可以看出，开元25年在长安石锅上呢，明显它属于盛唐时期，是吧？是早于中唐的，而且在盛唐时期还有40年的空余时间，是吧？从这个开元25年到天宝15年15载，是吧？最后发生安史之乱这个动荡的这个变化，是吧？中间时间很长，只有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是在开元25年这个石锅上是有明确年代的，哎，这些都没有年代，只是推测中唐的。那么进一步考证，目前占主流说的敦煌112窟的反弹琵琶壁画时间为中唐，也就是盛唐之后的作品，显然比武惠妃的这个线刻画出现要年代晚。结合莫高窟中唐至西夏呢11幅壁画均有反弹琵琶的舞姿，我们可以观察它的这个流传的这个脉络。哎，就是我呢是把它这个10几幅的这个画呢都做了这个对比。那么最早的，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出就是中唐的了，一直到5代，一直到西夏都有。关于反弹琵琶能不能在这个旋转中弹奏这个琵琶，有很多不同看法，是吧？哎，就我刚说的，事实上呢，像琵琶高举到这个颈背后呀，就是这个拿这个拨子呀拨着这个弹乐曲啊，恐怕呢是无法翻身这个弹拨的。背后连弹这个带拨呀，琵琶手拿拨子也不容易，甚至高举这个弹弄都是很难做到的。琵琶在这里，我认为只是一种舞蹈举起来这个道具，放在正面怀抱时候的是才能演奏，放在后面呢可能是不能演。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和我也有争论，就是特别是我刚讲的这个玉树藏族歌舞团，说他练了15年，现在练的能弹曲子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曲子指的是藏族曲子还是什么曲子啊？他说能弹，但是我想这个呢不影响我们的这个探讨，因为我说能弹不能弹不是我讨论的问题，我只讨论这个舞蹈的舞姿究竟是从哪来的。哎，这个是临摹的这个画，这个就看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是吧？哎，可以看到这个中间，哎，他在这乐队舞蹈的这个中间来占据这个画面，哎，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线刻画，是吧？哎，这个中唐时候的这个反弹琵琶，哎，也是一边拿着腰鼓，一边的反弹，和我们刚才在那个石刻画上看的几乎一样。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经典的，刚才这个画，我们把它线刻画出来，哎，画出来以后，我们一下看呢，就看到这个比较明显了，哎，这是到了这个5代的时候了，这个反弹琵琶这样的一个形象，哎，这个画呢，大概可能一共有我看到的可能有10几幅，是吧？哎，都是时代呢比较晚了。那么笼统的从年代上说，从盛唐时期兴起的反弹琵琶这种舞蹈，到了中唐时候仍然流行这种舞姿，只是盛大的佛教的经变画里边一个绘画的一个姿势、一个姿态，是吧？那么敦煌的画匠继续关注选择这种唯美的舞蹈后，很可能是什么？有粉本啊，作为描绘大型壁画的来源定本。我们知道这工匠之间就是师傅带徒弟，是吧？经常呢会给他这个粉本，也有人把它叫画本，是不是？哎，把这种传给徒弟，哎，一边传。那么大家呢互相传，所以这呢也就是有人说，那你说他是来自于这个拜占庭的，是拜占庭的画工或者画师来了吗？这个很难说，
究竟来没来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有话本呢是传播来了，哎，所以呢，素白先生呢曾经认为银湖中间反弹琵琶的图像多见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与莫高窟所见的洞窟壁画中，如第112南壁观观金变相是吧？据此可以推测，反弹琵琶舞呢流行于8到9世纪，哎，也就是中唐，哎开始了。那么还有人就是讲这个日本奈良正仓院也收藏有太平年间有724到750年间呀罗甸这种紫檀五弦琵琶，正是盛唐之物。哎，这个汉钵上有骑驼的胡人手持这个琵琶，右手拨子，哎织拨子的艺术像，被誉为唐代东传日本的西域的胡风的珍品。但是胡人边行啊边弹琵琶，而不是反弹琵琶的舞蹈，只是作为同时代呀可以参考这个旁证，所以这个就不列入我们的这个讨论范围。但是我这儿把图给大家放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他这个琵琶这个汉钵上，哎，就是他这个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也是骑着骆驼，哎，手里拿着这个琵琶是吧？所以日本人呢对这个很重视，所以日本人呢一再强调说我们的这个金都奈良也是丝绸之路的什么起点？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是我们这儿的正三院里边保留了大量的西域的这个东西，哎，证明呢是也是丝绸之路是跟我们相同的，哎，这个呢我在几次这个演讲的时候我都讲了，这个丝绸之路的起点肯定是长安了，是不是？可以有好几个支点，哎，可以有几个分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是吧？那么正仓院的东西呢，很有可能是长安的皇家赐给他们，是吧？这个我们知道，遣唐使来了14次，是吧？每次都带大量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物品是带回去的，哎。那么如果说敦煌第122窟这个主尊这个阿弥陀佛前的这个乐舞场面，这个反弹琵琶祭月天呀，是佛和菩萨的侍从，其主要的职能呢是御佛，这个御落的御是吧？就是让佛要高兴。那么古希腊呢，祭司用舞蹈在神灵面前也是御神，一个御佛，一个御神，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男相变女相，这就更加促使我们思考东西方文化交流里边呀，有很多令人呀不可思议的东西在这儿出现了，哎，那么通过上面的这个对比，哎，上面的考证，哎，图像的这个来源，我们识读这个图画和考证的结论，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结论呀。从上述3个6到9世纪留存的这个反弹琵琶艺术形象来比较分析，明显可见反弹琵琶图像是最早的是开元25年贞顺皇后就武惠妃的石锅上，哎，整个这个石锅呀充满了外来的这个西方艺术，其中2名男性胡人反弹琵琶形象栩栩如生，而拉萨大昭寺的吐蕃银湖上的2位胡人所呈现的反弹琵琶舞姿呀，因为具体年代无法确定是否6到9世纪期间的吐蕃时期的作品，哎，但是其展现的中亚艺术风格，这是和我们判别呀一个很好的依据。最后呢，就是敦煌无论是盛唐还是中唐，反弹琵琶这种壁画都显现出反弹琵琶中古华化的轨迹。华化呢，我们没用汉化这个词儿，而用华化呢，就是纳入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艺术形象里边去了。这个轨迹是很明显的。外来图像的这个图像底本啊，经过宗教性的大金变化、改造变化，融入到佛教里边的佛化散发，所以千古绝妙的反弹琵琶呀，成为中国人呀审美的祭月天的这个女性形象，是吧？由原来的胡人呀，变成我们一个很欣赏的。所以我呢，再把这个图呢再放一遍，大家可以看看，是吧？大家做这个对比，开元25年这个胡人的这个形象和敦煌这个112窟的反弹琵琶，大家比较看一看，是吧？你要说要有证据，这就是最确凿的证据。图像大家一看，胡人你看举的这个姿势和112窟这个女的举的一模一样，是吧？而这边是胡人戴着日月冠，他的这个一个高腿的一个姿势，和我们这个反弹琵琶这个女的也是高腿的这个姿势一模一样，哎，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中唐的这个112窟反弹明显的底本是来自于长安皇家的这个石锅上的东西。
所以我把这个图一放呢，我想呢，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看清这种反弹琵琶的这个来源究竟是从哪来的。所以呢，长安、吐蕃、敦煌都是中西交流丝绸之路脉动有关的。反弹琵琶绘画作为一个艺术互动呀，由长安胡人这种矫健修长的男性身姿，到敦煌呢变为柔软丰腴的女性身姿了。由开元末年呢，长安欣赏的宫廷的乐舞这种风貌，到敦煌佛教天上净土歌舞的这个景象，由长安的京城的皇家艺术的这个画丝呀，传播到河西敦煌呢，变成艺术画匠手中。所以这种美术样式的创作和艺术互相流传的这种过程啊，不仅有着时间链条准确的验证，而且就是中西合璧的这种凤凰涅槃的见证。所以我最后的这个总结呢，就3点。第一，就是反弹琵琶呢，就是什么？由长安的胡人到敦煌变为女人，由开元末的呢，这个开元25年呢，皇家这个石锅上的皇家欣赏的这种这个艺术风啊，到了敦煌呢，变为敦煌艺术工匠的这个手里边，是吧？哎，那么就是从胡人变为女人，从皇家宫廷的变为地方佛教这边，是吧？而且是由长安的这个皇家的这种工匠，是吧？变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工匠啊，就是这3个变化，这种美术创造啊，非常让我们有了这个脉络的这个很清楚的这个看到，是吧？啊，我们由此这个所以他们就说你这是不是颠覆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形象，是吧？颠覆了我们汉人女子的这个跳舞的这样非常优美的这个形象。我说我们不是要颠覆，所以我刚开始用的就修订。别说颠覆，说颠覆害怕有些这个心里受不了，是不是？你说了半天，最后我们敦煌的反弹琵琶这个女的怎么变成胡人男的了？是不是？这个呢，我想是我们等一会儿请这个撒教授呀和这个张主任，他们都会从不同的这个方面来解释，在敦煌里边有很多这样的讲，所以我呢讲这个文明呢也是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呢而互鉴。通过考证，我们就知道反弹琵琶这种舞姿来源于西方，是中西交流引进来的传播的艺术的一个粉本。因为艺术最容易增进民心的这个相通，当然最能欣赏的很可能就是掌握外来文化的皇家贵族、朝廷高官，一般老百姓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是不是？这个我们有史书的这个明确证据，就是杨素这隋朝的时候，就是杨坚的他那个叔伯这个兄弟，在这个杨素家里被抄家的时候，一下抄出来很多粉本、很多画本，而他的画本上画的什么呢？就是来自于西方的这个拜占庭的胡人，来自于这个西方的那些花虫、鸟，神兽和对奥林匹亚神的一种尊敬。当然，这个画本现在已经流失，我已经也看不到了。但是史书有明确记载，贞观呀、公司这个画册、这个画传这个书上专门记载有这样。所以呢，这呢也就是我们说为他们服务的匠师吸纳外来艺术以后把它融化到自己表达的艺术当中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华化之路，就是经过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所以敦煌需要解读有关中西交流的课题还很多，是吧？有很多艺术造型与纹样未解之谜，到现在还没有解读出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解读，是吧？但是如果没有外来这个文化参照，是吧？我们很难看清不同文化的差异和融合。隋唐时期的是中古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对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吸收和补充，而且影响到人们的审美思想，激发出文明的这种活力。这个反弹琵琶，是吧？你到了宋代就没有了，宋元明清你再能看到反弹琵琶这种形象吗？看不到了。只有在唐代隋唐这个高度就是中西交流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胡人的形象，是吧？你到了宋代以后，你在那很难看到有胡人的形象了。不管是在这个墓葬里也好，石刻也好，就是像隋唐从南北朝中古时期这样大量的胡人进来，我们这个民族补充了新鲜的血液，是吧？对我们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启发，是吧？而且影响到就是人们审美的一种
激发了一个文明的活力，是吧？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探讨反弹琵琶五四造型来源的一个原因，是吧？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呢？是吧？人家都说这是敦煌的这个很好的呀，这么漂亮的女的，让你说成一个胡人了，是不是？不是，我们不去追究这个，我们一定讲就是中西文明，就是这个文明的一个传播的这个来源，是吧？那么这一方面，随着这个考古文物的这个不断新的出现，还有很多，是吧？我们只是举的敦煌的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太有名了，是吧？而且就我刚说，组织那么多人沿路从敦煌一直到罗马，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去找都没找着，是吧？最后让你葛承雍在这个石锅上给找着了，是吧？而且还没花钱，是不是便宜，是吧？我想这个呢，对艺术的这个观察呀，我想这个张元林这个教授呀和撒武田教授，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个感触。我今天的报告就完了，下面请他们给予这个很好的点评吧，谢谢。非常感谢啊，葛承雍教授啊，特别有意思、特别引人入胜的一个艺术考古。刚开始葛教授讲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形象啊，反弹琵琶这么有名、这么浪漫、这么艺术化的形象，这样一个题目一加上一个考，可能就让人觉得怎么会是要考证啊，可能会有索然无味的感觉。当然，恰好相反啊。通过这个葛教授的这样的一些很细致的，对证据的梳理啊，包括对这个证据链的这个链条的建立啊，这个推理，让我们看到一个艺术形象的一个形成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还是有很多空缺的地方，对吧？比如说，在多长的时间里面，当然本身年代上都是一些判断了，对吧？那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什么新的证据如果出来？你就有可能需要去做调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艺术形式相关的，他们之间的这个传播的事情，可能也跟这个反弹琵琶这个艺术形象的这个流变也可能有一些关联，对吧？那然后就是说，在这个不同的地方长安宫廷到敦煌石窟从这个世俗的这个娱乐到宗教的。这个宗教这个艺术形象等等，这个里面的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是吧？其实过去的历史就像我们现在的历史一样，每一天每一件小事情很频繁的一点一点传过去，但我们今天不可能去复原整个这个过程，所以当然这里面给我们特别多想象的一些空间。那我们今天两位讨论人，沙教授和张主任也都是这方面的资深的研究者，都是专家。那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那先请沙教授，好吧？好，谢谢。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给我们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感谢梁老师和葛老师的这个推荐，让我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刚才我们大家也听了葛老师这个精彩的这样对这个反弹琵琶的一个解读，是吧？大概因为这个反弹琵琶本身呢，它是一个敦煌壁画里的这样一个名作吧，我想大家也是比较容易吸引大家的眼球。而且葛老师本身他关注的这个角度呢也非常的独特，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样，在长距离这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这样一个传播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呢就是根据葛老师的这个讲座来，然后这两天实际上也是把葛老师这个文章呢，然后又好好的又拜读了几遍，是吧？然后学习了一下。我先谈一下自己的这几个方面的，我这样有几个点吧，我谈一下我的这个认识吧。不一定到位，就是来仅供大家那个参考或者思考吧。今天讲座可能给我们有这样几个启发或者启示吧。第一个呢，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我把它叫学术大家的这样一个时代引领，是吧？因为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也叫艺术高等研究院的这样一个高端的这个学术的这样一个平台。葛老师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在这个隋唐史艺术考古
包括这几年，特别是在丝路这个文物这方面的一个做出了非常重要贡献的这样一个学者是吧？而且葛老师观察问题的这个敏锐度，我和张主任我们俩其实做敦煌多少年是吧？我们也没有说对这个反弹批判做这多少年也非常熟悉了，我们的也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解读是吧？就是所以这个呢其实也很惭愧，当然这没办法说，这个学术就是这样子。然后葛老师的这个眼光确实很独到。另外就是葛老师这几年我们大家包括我们就是最近看到他的最新的这个《呼汉中国与未来文明》，因为他都是对具体的文物、具体的考古发现的一些涉及到丝路文化交流的一些解读，每一样东西都是新的，而且每一件文物或者每一类作品呢，实际上都是给我们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和这个收获吧。大概今天反弹批判又增加了一点，而且这个呢，就葛老师又把他自己的研究范围就是又到了我们敦煌学这个圈内，是吧？然后又跟我们这个在交际，这个其实也是所以我把它叫做第一个想谈就是学术大家的时代引领，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我把它叫做想要就是从这个讲座我们是怎么样认识敦煌的价值和意义，是吧？因为敦煌的文化和艺术是人类文明的宝藏，是我们优秀的这样中华文化传统这个遗产，是吧？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宝库。实际上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特别需要从我们现在已知的这些文化遗产里面去看我们那个优秀文化遗产里哪些是跟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跟我们今天谈丝绸之路，跟我们今天谈民族融合或我们的多元一体的这样一些文化来去怎么样去结合。实际上敦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点。这个点呢，其实正是我们现在所想要的，在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强国，或者是吧，或者提升我们文化的一个软实力，或者提升我们民族文化自信这方面呢，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葛老师今天讲的这个呢，实际上因为我们看到视野非常的大，不仅仅是敦煌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从反弹批判看到的是敦煌以外更漫长的一个道路，更加广阔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因为敦煌学今天就一直也是国际的这样一个显学，是吧？那么国际的显学实际上它不仅仅是表现在敦煌资料本身的这种它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呀，是吧？等等，实际上这种显学，我觉得一个方面它可能是很多涉及到这种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讲冷门绝学嘛，很冷僻的这样一些学问但是同时实际上往往它能够展示的也可能是更平常的。那反弹批判其实在今天我们看它是一个也很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图像或者一个舞姿，是吧？但是在当时的人这样的一个审美里面，是不是会这样想？我觉得至少它是一个平常的这样一种艺术舞蹈的这个，至少是个艺术化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吧，对不对？究竟它能不能弹出来了两说了，对吧？但是我想这种艺术其实它的时代性还是非常强。为什么它出现在唐，没有出现在更早的时期呢？我觉得这个背景大概也能够给我们更深一个层次上去认识敦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可能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启示吧。或者也就是我觉得葛老师今天的这样一个讲座，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敦煌的价值嘛，实际上就是从一个非常这个微观的这样一个角度或者视角，因为敦煌东西太多了，是吧？拿出来一个都可以讲很多，是吧？但是就这样一个微观的角度，其实给我们看到的是敦煌我们所想要知道的敦煌艺术或者敦煌文化这样一个价值。那么第三点呢，我把它叫做旧图新解，或者旧图新识吧，也叫或者就是历史图像的这样一个人文的一个魅力。因为我也算是葛老师的学生了，我从我们大学里面听葛老师讲课，到一直在拜读他的文章，到今天，我们在聘请葛老师做我们的这个学术委员会主任和我们的特聘教授，其实一直在就是这个敬仰他的这种学术的这种，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不仅仅是学术的知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感受人文魅力的这样的一个
一种特质吧。因为这学者做文章很多，风格也不一样，但是因为葛老师的文章，他往往会从考古的、历史的或者人文这样的这个文学的这些角度来，综合去解读一个问题。这解读出一个问题，不仅仅是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这种文化脉动的这样的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轨迹，或者让我们欣赏到了一件文物背后的这种它的这种诱惑，或者它给我们展示出来的这种历史的这种味道。因为大家可能我想去过敦煌参观的，或者翻敦煌图片的，或者看敦煌展览的，或者甚至有些影像图片里边，大概这个是经常会能看得到。它是名作嘛，对不对？就是既然是名作，一定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应该是很丰富的。至少我们已知道很多的文章，已经涉及到很多，有很多的文章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它的这个能不能谈是吧？舞姿，还有它的这个特点，就包括讲它这个渊源，也都有探讨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葛老师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就是这是完全是他自己的一个角度。他这个角度呢，因为像真宋皇后的这个石锅，包括这个大昭寺的这个银屏上这些图像，我们这几年也看到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跟这样的一个敦煌的名作《法南琵琶》做联系起来？我想实际上就是我们深层次对丝绸之路上艺术、人文、考古的这种，包括宗教艺术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互动，究竟考虑的有多少？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展示了不一样的结果，是吧？而且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葛老师选择从自己的这样一个角度解读这一幅，我把它叫既熟悉，但是又实际上我们大家并不知道内情啊。我说这个内情就是他自己的文化内涵是什么，是吧？这样的一个图像，可以说它就是旧图新说，旧图新解。其实对我们大家重新认识这幅图像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知识，重新认识敦煌壁画的这种学术的张力。所以说大家不要，我们有时候也听到别人说是，你们做敦煌的是不是这个也差不多了？我说这个差不多还在哪里，是吧？我们好多问题还不知道嘞。我就打个比方，你很难，我们包括我在张主任比我厉害是吧？包括我们在做，就是我们进一个洞窟，我们很难说把每个洞窟的图像都说清楚，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敦煌艺术的这种张力，它的这种学术魅力，就是通过今天像我们看到葛老师这样的文章呢，其实给我们就是揭示的，我觉得还是能够感受到，是吧？另外呢，我们也重新认识敦煌艺术的这种人文的这种价值和它的这种意义，怎么样放大，我觉得都不过分。当然，我们是基于历史的，基于它历史真实的这样一个放大，而不是说是随意的放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这个媒体啊，或者有些这个文章，但也无所谓了，这个大家就角度不一样嘛，是吧？解读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像葛老师帮助我们还是要基于这种严肃的讨论。今天葛老师一开始就讲这考的问题，是吧？这个考跟考还不太一样，是吧？那么这样的考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就是从有各种各样的认识。这是第3点我想说的。第4点我想说的呢，实际上就是从今天的讲座，我们感受到了大时代、大背景下的这样的一个敦煌文化，这个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敦煌的这个反弹琵琶放在整个唐代的和艺术背景下的这个解读，其实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葛老师的一个思想，是吧？因大唐的盛世可以产生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谁能想到，在这个皇帝的，就唐代皇帝的这个皇后的这个石锅上，会出现茯苓鸭，是吧？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完全是具有异域风情，完全是不同的。按葛老师解读，他这是受到这个景教的影响，是吧？完全不同的宗教文化的这种东西呢，这个有点颠覆我们的观念哈，颠覆我们的3观，是吧？但是它就是历史的真实，所以说这也就是盛唐的这样的一个包容，它在这样的一个盛世情况下产生任何可能都是有的。
那么艺术其实是有时代特性的，这是我们今天呢就是熟知艺术史规律的人我们都了解的，哎，所以说今天反弹琵琶它的艺术的时代性就是一个唐文化的特性，哎，它不管是它出在敦煌，还是出现在大昭寺的银屏里边，还是但是大昭寺银屏它，我觉得按我的理解，这个吐蕃人的这个作品的可能性不大，应该还是从中亚这一带过来的，是吧？包括这个福临样的这个武惠妃的这个石锅上，实际上这些作品，不管是从中亚的，或者西亚的，或者这个到了吐蕃，当然吐蕃人肯定是接受的，对不对？到了敦煌，实际上还有我们就另外一个呢，就是葛老师今天揭示给我们的，就是在当年唐代的长安，其实这样的作品大家也都是非常认同的，是吧？那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唐文化的这样，因为丝路当年的起点长安。而且当年最吸引丝路眼球的地方，一定是国际大都会长安城嘛，对不对？哪有一个城市的规模可以达到？按日本人今天说到170万，我觉得有点多了。但130万或者100万以上，这个没问题的长安城，我想是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都城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产生各种的这种包括未来文明的东西，包括这个以反弹琵琶为代表的这样的具有异域风情。或者这个未来文化的这样一些东西来，那么这些都是在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个时代背景下融合的结果，哎，所以我还是非常赞同葛老师对这种大视野或者大历史观的这样一个笔触和他得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结论。他也经常的呢，就是这个鞭策我或者告诫我呢，就是做敦煌一定不能局限在敦煌，要走出敦煌。这个当然就是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受个人能力所限，是吧？你未必能走出敦煌。再一个呢，有时候我就比如说个人来讲的话，有时觉得这个因为敦煌的资料实在是太丰富了，实在是可做的东西呢也是太多了。那么经常往往呢就是这个把自己也陷在这个敦煌里面，当然这个也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敦煌能做清楚也已经可以了。当然我并没有把敦煌做清楚，是吧？那么这个其实从这里看的话，也就是敦煌的这个看敦煌的艺术眼光是还是不一样的，葛老师是吧？因为呢，就是敦煌艺术的这样的敦煌学的生命力，还有呢艺术考古的这个前景，包括我们这个这个做历史隋唐史，包括我们做这个隋唐考古等等，这样的话，其实今天的讲座给我们启示，敦煌的这个营养还是很多的。敦煌的这个材料或者素材还是太多了，是吧？把这个敦煌放大，实际上也就是对历史的一种独特的这样一个透视的手法，是对敦煌的一种价值的肯定吧，也是回归历史本真的这样的一个人文情怀。这个我觉得也还是看到的这样一个真正的这个历史学家，做历史的他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胸怀。这是第4点。第5点呢，就是我们从葛老师的这个呢，还就是讲座呢，其实他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长安其实一定是敦煌、隋唐这个时期壁画艺术的它的这个历史的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最后呢，就是当时从东海研究院呢，就是胡折腾是吧，调出来以后呢，就是然后到了这个陕师大，其实选择这个西安或者选择长安，其实一个当年自己的一个想法吧。我觉得做敦煌如果立足长安，其实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认识。当然，我能不能做到，但是呢，自己尝试一下吧。其实我就是一直这几年也写了一个跟长安这个有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吧？也在解读敦煌壁画在思路上给我们看到的一些启示或者一些这个点。这个解读敦煌壁画，隋唐时期的这样一个洞窟壁画的艺术，我觉得必须其实要熟知。长安和洛阳两京地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艺术和历史面貌，大一统的这样一个时代，文化艺术表现出高度的这种文化中心政治区的这样一个引领，这是一定的。审视隋唐时期的敦煌艺术，一定要这个牢牢的把握住，我觉得基本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命脉吧。因为我们大家如果读过大家熟知的这个《历代名画记》。包括斯塔记是吧？贞观公史画史纪要，
或者是像这个《图画见闻录》等等这些化石文献资料的话，大家都非常熟悉。当年的两京地区的这个丝瓜画壁丰富的不得了，而且都是像吴道子、阎立波这些高手的一流的这种高手在作画。这些作品我们今天在西安当然你肯定是看不到了，对不对？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在东皇去看呀。东皇洞窟里面保存了依然是当年两京地区的风貌，两京地区的这作品。我是原来做过东皇画稿的，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它一定是两京地区的粉本画稿在东皇的这样一个反应。这个时代的作品，我们就拿来就可以去解释、解读或者认识，或者去看、去理解、去欣赏当年长安城里盛极一时的那种经变画，是吧？那种宗像画，各种各样的这种作品，长安没了没关系，我就是你到东皇去看。所以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所以今天的视角实际上把我们就是拉到了大长安，拉到了丝路沿线，拉到了这个东皇跟长安这样的一个关系问题上来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这次这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启示吧。第6个方面呢，我想说的就是今天大家都在说，但是呢，好像今天这讲座我觉得还有关系，还不得不说，是吧？东皇还是丝路文明交流的这样一个捷径，也就是今天这个讲座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今天我们看到的葛老师这个解读啊，这个反弹琵琶的这个图像，是吧？这个他的艺术视野一直其实在丝路上游荡。这个从胡人这个舞蹈，就是从这个福林亚，是吧？从苏特美术，然后到长安，到再到我们高原丝路这个是吧？然后甚至这个长安都是高级别的这样一些艺术品，应该皇后的这个史国里面，是吧？再到这个大昭寺的这个，我觉得级别也不低，因为它不管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制作过程，我们现在不说能到大昭寺，我想它的这个背后的这种故事还很多，它这个身份一定是不一般的，所以我们看的那个体量也不小，是吧？而且它上面的纹样似乎也是新样吧，是吧？也是很独特的，所以这样的最后来落脚到这个东皇的这样的一个洞窟壁画里面，那么实际上这个视野其实非常的之大。那么东皇大家其实思考，就是东皇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大，是吧？实际上我们大家熟知河西走廊，熟知整个这个丝路绿洲的话，知道东皇在丝绸之路上的这个是一个小的绿洲，历史时期汉唐时期最多的时候人口不到3万，对吧？因为长安城我们知道有108方，东皇的沙洲城真的有多长安城就是唐代的时候，它也就是长安城的一个方的大小呀。其实说起来也很可怜，是吧？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会有这么这个盛世，这种非常让人觉得惊叹的这种艺术留存下来？为什么会有如此伟大的作品呢？留存在东皇？东皇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化的支撑、经济基础的支撑？怎么样的一种热情去做这些东西呢？我想最后其实也就是还是要归结到丝路文明交流这个一点上来。除过我们看到这个从长安到东皇，那还是丝路嘛，对不对？还有就是丝路上东来西往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东皇的文献里面反映丝路贸易的东西很多，还有东皇旁边的这个吐鲁番地区，我们曾经看到过一组文书呢，记载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一组文书呢，在一个时间段呢，它记载了这边来的就是很多地方人到吐鲁番的驿馆了以后呢，他这个消费的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当时就特别就是一下子就才意识到，我说原来是这样子。因为吐鲁番也跟东皇的这个规模呢，就是差不多，但是呢，来来往往的人呢，基本上可能就是他这个一年的过路的人口呢，差不多基本上就达到当地人口的1/3到2/3这样一个规模。大家想，这个不得了，是吧？我们今天说是贸易，为什么说北上广地区发达？那北上广地区那就贸易发达呀，去的人多呀，对不对？消费高呀，那东皇也一样呀。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种消费，这种你来我往，
这种带来位面的东西，不管是使团还是商队，还是僧侣，还是官员，还是士兵，是吧？因为敦煌当年是丝路的桥头堡，同时呢，也是这个丝路古道上的这样的一个华容所交一都会。说它桥头堡有几个方面，为什么我刚加了一个士兵官员？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特别是在汉晋这个时期的敦煌的这个太守，或者是他这个长官呢，实际上第一时间去处理在西域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一种临时的变化，所以他就有直接执行中央政府去管辖西域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是吧？因为他是桥头堡嘛。那么你想想，像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这种交流就包括物资的交流，这个当然肯定有经济的交流，是吧？还有宗教的交流。所以我们在敦煌这个文献里看到有太多的这样不同宗教的东西，是吧？文化的交流，包括这种艺术品的交流，那这就太正常了。你来我往的人，而且人种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字，包括他的这样各种各样的这种，总之都是不同的吧。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造就了敦煌的艺术，促成了敦煌它这种多元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具有丝路明确的具有丝路这样华容所交一都会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种作品，是吧？所以这个反弹琵琶，其中我想大概在对敦煌人来讲，它这个东西就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既新鲜又不新鲜，或者又是很常识的这样一类。因为他敦煌人见的这个大概异域的东西，异域风情的东西太多了，是吧？那反弹琵琶，所以他们会很自然的把这样的一个图像作为这个艺术品，作为他们这个膜拜的这样一个宗教艺术的对象，然后呢，跟着这个长安的这种大的经变化的粉本的进入，而直接出现在这个洞窟壁画里面，而且这种延续了，刚才葛老师讲了，一直从中唐一直延续到了西夏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非常长的，所以这其实就是形成了一种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固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或者艺术现象。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是我们从这个葛老师这个讲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高研院这样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再次感受了这种文化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引领和这个独特的艺术考古的这种案例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人文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或者思考是吧？相信我们今天葛老师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讲座给大家应该会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感受，特别是对认识我们当然我个人所热爱的这个敦煌，是吧？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看到这个大家讲敦煌的，我就这个来劲，是吧？然后呢，这个就说出来，实际上也再次感谢这个艺术研究院的这个平台，感谢梁老师，还感谢葛老师，也感谢大家吧。好，谢谢。我这个来说的这个乱七八糟啊，这个也不一定对，那就是自己的一些感受吧。好，谢谢。谢谢沙教授啊，沙教授，讲的这个展开了6个方面展开啊，讲了那么多，我觉得把我可以讲的基本上也都讲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能往下走。刚才这个沙教授，我觉得就是，首先他是把葛承雍教授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典范的意义啊，在敦煌学研究里面的这个典范的意义把它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析。这个也许就是用葛教授自己的话说，就是你研究敦煌，你要走出敦煌，就是你的视野必须要开阔。那沙教授最后讲了很多从地缘的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这些特征上来看，就是敦煌的意义在哪里，也是把它放在一个中西交通交流的一个节点上，一个通道上来把握它的含义。这个其实也完全是呼应了葛教授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一直到希腊罗马的传统文化，然后经过中亚、西亚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交流方式进入到当时的中国长安那么形成了当时的这个文化繁盛的一个
一个大的背景啊，因为尽管今天啊，这个都是属于内陆的省份啊，这个当年也是有边陲的含义，但是呢，恰好在当时，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中西交流通道上的一个节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有敦煌啊，今天有吐鲁番，而且这都成为这个考古的发掘也好啊，这个研究也好的一些成为学术的基础，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就给我们很多这个思考和想象的空间。那现在我们请张元林张主任。谢谢梁教授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呢作为现场的一位听众和参与者呢聆听葛成英教授，又一次聆听葛成英教授精彩的讲座那么我的心情其实跟前面武田教授讲的一样的，今天呢是受益良多那么特别是葛成英教授呢又一次用他独具慧眼这个多维度的思考呢，用一个很具体的图像呢，给我们展示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交流宏大精彩的那个历史瞬间说起这个访谈琵琶，就跟飞天一样，都是东方艺术和东方文化的代表但是呢，对于访谈琵琶呢，人们仿佛又更多了一层好奇，就是其实前面葛成英教授已经讲到了它到底是一种记忆还是一种想象？那么我们说实话，从目前这个有限的这个史料来看呢，要追求这个终极的这个答案呢，还是有困难。但是呢，就是葛成英教授讲的包括前面武田教授他得到那些启示一样，我们今天是不是记忆或者它是一个想象呢？其实本身并不是十分的重要，而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形象，它一路走来它中间的一些变化和它背后图像背后所蕴藏的这个历史的信息，这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更为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探讨这个形象的最大的意义所在。那么听了葛先生的讲座之前呢，我也拜读了他的大作呢，我觉得呢我有以下几点启发其实呢好多呢就是武田教授前面已经讲了。我觉得呢就是第一点呢，首先呢我们今天经常在讲这个以图证史，或者说用一句比较流行的网络语言是无图无真相。同样一个文本或记载，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得出群然不同的结论。但是呢，我们如果结合了图像用很形象的这种符号很直观的来看的时候，我们对一些文字所达不到的那种模糊的或者似是而非的一些历史信息呢，我们会有更真切的更直观的这种感受。我想呢葛先生这个关于这个访谈琵琶的这一番解读呢，它的传播它的变化呢，其实呢就是又一次呢，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在以图证史方面呢做得更好更深入葛先生已经提到了敦煌壁画呢，从盛唐开始一直到其实据我们所知呢，宋西夏时候呢还有。那么就说它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它的琵琶还有直径的，有曲径的，有五弦的，有四弦的那么它在不同的经变化的，有的是在净土变里头，有的是在药师经变里头都是描绘这个天国的这种场景以歌舞来喻佛，所谓的梵音梵乐解释对佛的一种供奉。那么这个里面呢，它抛去这个宗教的这种功能，而表达出是世俗的人间情怀呢，其实我觉得呢，它里面应该呢这个形象本身呢，一方面它是表达了人们对冲破自身极限的一种渴望。我们就是葛先生前面讲的，首屈于后，
如何能弹拨出一句完整的曲子，这是非常有难度的啊。但是呢，我们的古代的艺术家们，他们用他们的想象，用这样一个符号呢，表达他们对一种精神上自由的一种向往。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应该说古代艺术家们他们做到了。而且呢，在这种夸张中、这种想象中呢，还有非常写实的元素，像葛先生讲的一些妓院呢，反手在拿的钵子，那么这个如果是很大花指的或者笼统的话，他可以手里可以不画这种钵子，而且这个钵子呢，有的画面非常写实而很大。那么就说是这个画工或者艺术家呢，他在创作这个形象的时候呢，他是立足于已有的一些弹琵琶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动作或者是动势呢，让他这个形象呢更多的建立在一种接近真实的一种基础上。所以钵子这个元素呢，我个人觉得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细节决定成败。就艺术家创作时，他把钵子这个呢作为他的一个真实生活来源的一个元素表达。另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想葛先生没提到，其实在东方壁画中，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了这个东方壁画净土图像里面嘉陵平家鸟，人首鸟身的天国世界里面银鸟啊。那么在东方壁画中，这个很有意思，我就发现了一例呢，是中唐时候三六灵窟的经变画药师经变里有一个嘉陵平家鸟，竟然也是在反弹琵琶啊。本身嘉陵平家这个鸟，这个就人首鸟身这个音乐鸟的形象啊，正如葛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是很可能跟希腊的我们这古希腊神话中的海妖赛人的形象，赛人就是人首鸟身，以美妙的歌声琴声呢诱惑水手。那么在东方壁画中，这都是公元前5世纪6世纪在希腊古典文化兴盛时期的神话传说里的这个具体的形象。我们今天去希腊、去罗马、去希腊地中海文明区，我们会看到许多这样的形象。但是在几百年以后公元前5世纪70到5世纪之间的这个很流行的这一个神话形象呢，在我们公元7、8世纪以后，就过了1000多年的这个东方壁画中呢，就出现了。当然，这不是直接的传播，但是呢，这个形象它跟古希腊赛人这个无论从宗教功能还是它的形象上的一些诸多相似性，和我们在印度、在埃及、在西亚，就整个这个丝路这个东西方文明这个通道中看到的许多形象，我们有理由把它跟它的最早的源头呢，用希腊的赛人结合起来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形象呢，其实具体而微，以小见大，完全可以反映我们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某一个侧面这是我觉得我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前面那个武田教授已经谈到了，对于我们认识东方文化的价值今天我们讲这个通过认识东方文化，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文化自信那么我觉得呢，教授呢，从五会飞木到图大昭寺，刚才武田教授也注意到了，这都是地位很高的在当时来说都是在地位很高的两个处所呢发现了这样的。你比如说足见这个形象，它不仅仅是思路上一个寻常的一个想象中的乐谱形象，而且很可能它代表着某一种更多的一种精神向往。也许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把它摸透，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在那个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最兴盛的大唐时代在大昭寺，就是在吐蕃的这个贵为皇族的重地呢，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跟皇家有关系的两个场所都有这样的气质。那么这个是一个是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心地带，一个是我们周边的民族政权的中心地带。那么就说明呢，在我们那个封建社会，我们汉文化激增发展的高峰的时候呢，我们对外来的东西呢，仍然是一种很宽广的一种胸怀，海纳百川所以我们鲁迅先生说到唐代的时候就说，第一个，在唐可取服化之灿烂，
认为唐代的佛教艺术是可以代表整个唐代文化的一个符号。另一个就是说，唐人大有胡气，说唐文化是外来文化，胡就是指的外来文化。那么我们知道，唐代20多年以后，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袁胜，他的法曲里面就写过那么2句是，当时呢开元咱们这个盛世的时候呢，是社会的风尚就是胡风大盛，什么女为胡妇学胡专，既进胡音无胡乐，胡音胡乐遇胡专，50年来尽风波。我们从这个反唐批发之后，我们可以对袁胜这个诗里面描写的，还有好多唐诗里描写这种当时那种极度的自信，极度的宽阔的一种胸怀，这种觉得呢，就是当然东方壁画中像这样类似的这个反唐批发来反映这种外来文化的这种例子非常多像有一个洞窟里像往唐85窟的一个金边画里有16件乐器，一边有8声，总共16件乐器。我们算了一下，真正属于中国传统的笛子、箫、阮弦，其他10几件我们都可以，西域的、南海的、高丽的都可以唱。就是说，这些呢，唐人皇者的都在我们这个宫廷到我们的宗教音乐都是华丽的展现。所以呢，这些就是说，对我们了解这个我们中国古代那种对外来文化的那种宽容、那种吸收这种胸怀是文化的自信胸怀上。所以我们当然这些东西在当时传来的时候，也许就是胡风胡帽，但是呢，就跟佛教传入中国，慢慢今天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其实好多东西它不是停滞的，就是吸收这些新鲜的海纳百川这些异文化的元素，最后被我们进一步的吸收改造，成为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所以我想呢，这是我第2句，就是说对我们文化自信，我们这个文化是流动的，这种传统它是一种香火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第3方面呢，其实刚才田教授也提到了，我觉得呢，就是让我们如何在一种新的一种更宽广的一种视野和语境下看待东方文化的这种资料。刚才葛教授也提到了，很惭愧，做的很皮毛，但是我在这过程中，我自己会经常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兴奋，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图像，你竟然能追的很多，就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就能看到这个，你就发现他这个文明的这种古人的这种可能比今天的人，他对这种异文化的那种宽容，或者说就是说不同的文明文化之间的共存，他们之间那种就是非常的畅通。所以像东方壁画中的我这几年关注的日神、月神还有风神图像我就看到了。我们当然不能说东方壁画中的这些图像跟我们的远的希腊罗马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通过他们呢，我一点点我就发现了，我们往前推，在丝绸之路公元前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500-600年，我们其实东西方之间的不同的文化之间已经在进行了交流通过这些图像呢，看出我们在古希腊文化中看到了他们的影子，我们在古西亚文化中看到了他们的影子，在中亚文化中看到了他们的影子，我们在古印度文化的印度教文化、佛教文明中看到了。当然，我们在我们中国新疆地区石窟中一些藏画中，在东华继续向东，向青海都兰大木然后再到咱们长安，我们甚至在今天的碑林博物馆也看到这些当年的与希腊文化中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乘着马车拉的这种形式，甚至我们的风神拿着风巾的印度的湿婆神作为风神骑着牛的这种图像，我们元素呢，我们在东方壁画中一点一点的不同层面都看出来。所以我想葛先生的这个视角呢，又再一次证明我们在一种大的文化语境下来看东方元素的它的这个价值。所以特别在今天呢，我们研究这个中华
在我们发掘东方文化的价值体系的价值东方文化它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对于当今时代文化建设的价值中，我们又多了一份就是厚重的历史感和更广的一种视角。我想这也是葛先生今天的这个讲座呢给我的一个启示。最后呢，我想呢就说是，前面其实武田教授讲了，我们东皇学100年的东皇学研究，不论从对东皇石窟图像，还是对东皇藏经洞的文献呢，我们基本上都解决了是什么，但是为什么，它怎么来的，就是我们经常3个 W，what， why， how， 就是对后面的为什么和怎么传播，我们还得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有些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或者习以为常，认为就是常识性东西呢，但是你深究的话，就像访谈琵琶一样，大家都觉得访谈琵琶这个是东方艺术很好的一个表征，但是它是怎么传播来的？它是当地创作的还是外来传的？从哪传来的？它怎么经过一层层传播呢？这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想在东方艺术在进一步在解决这个为什么和怎么来的这个源头和它的路径问题上呢，葛先生这个角度呢给我们提个很好的启发。所以通过这呢，我想呢，最后呢，我觉得我们对于认识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流或者丝路文化传播的这种文化交流有3个特性，所谓的渐进性，一站一站，不是穿越从古希腊穿越到我们的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穿越到公元6世纪的东方，那是它是经过了一路过来，它渐进性就是接力性，另一个就是它的多线性。我们今天一谈到东方，我们不能说它是因为东方是佛教石窟艺术，它是佛教思想的载体，我们就只当线性的跟印度联播起来。我们还要想到西北方向地中海文明，想到我们西面的西亚文明，甚至古埃及文明，南面的古印度文明那么我们作为文明交流十字路口的中亚、西亚、中亚地区那么甚至可能还有草原民族东北面的这个过了从斯基泰文明一直到后来的这个突厥文明，这些蒙古文明、回鹘文明对东方艺术它一个聚合。所以我觉得这个多线性还有就是多层次性，就是我相信这个讲座人已经给我们解释。这个图像它本来是2个男性的图像，它在东方壁画中无一例外都是一种女性的身材女性化、丰满、婀娜。那么它里面要表达一种，除了是作为一个佛教的这种御夫的，那么它从男性到女性，它这个早期的希腊神话中的这种御神九神御神，也许到其他宗教中的一种晋升到佛教中，它称为女性化。它里面有除了佛教的元素，是不是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柔之美，或者对女性和舞蹈之间的这些对美的这种审美性？所以我想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中，它有一个变化和趋势。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就是说葛教授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启示吧。所以我想最后就是说，文明呢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对话而丰富。我想这个通过这个访谈批判呢，其实呢给我们也很好对这4句话做一个诠释。我想呢，这就是我的感受。谢谢。好，谢谢张主任谢谢张主任开始是从很那个微观的层面非常细节的问题上来展开，最后也是一层一层的推到一些更大的层面上、更大的问题上也是对葛教授的这个报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呼应。我们看到2位专家其实都是这个领域里面非常资深的专家，所以他们自己有很好的研究。那他们也补充了很多的这个细节上的问题和研究上的问题、方法论方面的思考。所以呢，给我们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图案。那现在我想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可以请葛教授对我们前面2位讨论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可以择要做一些回应。另外呢，现在我也看到我们有一些观众的提问，
进来了啊，有3个问题。我不知道葛教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提问是在我们的是文字的。哦，这样我帮你把那个问题念一下吧。那这2个好的问题比较接近，我觉得可以一起来回答。那第一个问题是说，请教葛老师，安史之乱对唐朝国运的影响很大，是否直接中断了唐朝对外开放的基本态度，并影响到此后中国对异族文化、外来文明由开放包容走向了警惕保守？他这个问题当然在唐代的部分讲到安史之乱，这个是不是影响到这种开放态度？另外就是说，这个态度是不是一直影响到后来整个中国，可能也就到了你这个第2个问题里面讲到的，一直到了明清的时候的这种这个，所以我想这2个问题也许可以一起来回答一下。好，谢谢这个提问的这个观众，他们也是经过这个思考的，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啊，可能沙教授和张教授啊，他们也都有思考，因为我的感觉呢，就说是这种大唐的这个气象呀，一个是与民族的多元有关系，那么最关键是大唐的这个政权呀，他自己呢有这个啥，就是有强大的力量，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唐呀，它不是说是一这个开放一包容就进来了，它不是，它是一个这个文明的一个政权呀，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它有它的支撑点，它支撑点是什么呢？它在政治上，它实行的是什么？实行的是3省制，3权可以这个互相制约的，在政治上，这样就避免你不听这个一家子言呀，不听别人的这个劝谏，这个它在政治上是。那么它在经济上呢，它从这个实行这个2税制呀，就是从前面均田制到两税制，解决了这个农民的这个土地啊和这个原来这个土地兼并啊，还有这个什么，就是经济上它做了一个保障。那么它在文化上呢，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就是吸收了外来的这个文明，大量的这个吸收。那么据我们现在考证，你比如说像这个福临国啊，就是东罗马来过14次，在册府元规里边记载，那么记载的其他的那个中亚呀、这个南亚呀都来，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就文化上的吸收这个外面。那么在外交上，他是开展就是大国崛起的这种态度，他对外来这个联合呀，对外面这个扩展呀，对外面这个所采取一些措施呀，那么他有他的这个一道，而且他在这个军事上，他也是走向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支撑力，是吧？那么他呢是个以一制一，大量的选任胡人的这个军官呀，来担任这个各地的这个边防的这个守将，所以他有他整个这一系列，就是他自己很强大，他这个自己很强大。所以美国的这个专家呢，他就爱比喻，就是说把唐朝呢，他比喻像现在的美国，把长安呢比喻像现在的纽约，他就说明我们这个就是他自身是很强，唐朝它一定是自身很强大的，不是说唐朝很弱，光靠这个开放这个包容就强大起来，不是这样，自己的这个他有一套制度，这个是一个文明的政权，所以各地的各国的周边的国家民族啊都向往他，都往他这儿来，所以他呢才能这么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让大家呢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就是大唐这个气象，是吧？他这个包括这个在这个安史之乱前不排外的这种气象，是吧？这个有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呢问说究竟延续了多长时间？应该说呢，大概这个气象呢从唐初啊一直延续到就是安史之乱前，大概呢这个时间呢可能是有一个150年左右，经过安史之乱以后，这个气势呢一下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唐朝这个汉人里边，是排外的情绪啊就强烈起来了，也特别是这个安史这个叛军啊，这个胡人啊带来的这个烧杀抢掠，对这个破坏，
所以才会产生像李白呀、杜甫呀这些这个文化大家，他们对这个开元盛世呀，对开元天宝时候的一个怀念呀，哎，就是对后面这个胡人呀，对后面这个来呀，警惕性都很高了，警惕很高。这个也是唐朝呢走向中国封建社会高峰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的标志。哎，这是我们这个。那么当然到了明清这个那就很难了，这个是吧？这个明清因为这个五代以后是吧？就是包括这个宋朝，那么它面临的这个危机啊，北边的这个从契丹辽呀，这个一直到这个金呀，是吧？女真呀，这个一直打，最后蒙古人来了，是吧？造成的这个就是这个民族的隔阂呀，民族的残杀呀，这个一直都是很厉害，而且那种宽容的那种吸收外来民那个心胸呢，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到了明代和清代的那当然这种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了，是吧？所以这个不会再有这个有的人解释了很多原因，我想呢，最关键的呢来了以后呢，这个其他那个外来民族来的呀，和唐朝这个民族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可能明清就是我们经常爱比喻，就说是唐朝呢是中国的成熟期间，汉代是中国的青春时期，到了这个宋朝呢就进入老年时期了，到了这个明清就暮年时期了，所以这个文化的这个表达呀，也是很有意思的，也与这个国力啊，与这个民族矛盾啊，与环境啊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是吧？这个呢，我想呢就不再多做这个解释了，那么还有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问题呢，就说是说敦煌研究思路跨国研究情况是不是很普遍了？这个呢，我想呢，敦煌学的这样的研究啊，在我们中国人来看为呢，这是在世界上呢是我们的一个显学，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向国外的一个伸展。但是据我的现在所了解，敦煌学呢现在在国外呢这个也有这个跨国合作，但是呢不容乐观。怎么叫不容乐观呢？因为很多这个敦煌学的这个研究啊，随着老一代的学者的去世，那么新一代的这个学者跟不上，青黄不接。国外呢，就是说和我们在敦煌学的研究方面啊，这个应该说是他们那个点儿呢比较少，就随着老一代这个故去，那么新一代跟不上来，所以这个合作呢还是有的，但是不像原来呢那么这个兴盛了，因为我们原来一直讲就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这个国外，是吧？这个局面呢现在应该说已经扭转了。扭转了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学者现在越来越厉害了，也是因为他们那儿的人呢越来越少，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不能太乐观，也不能说的太高，我看到有的那个报道上说要把这个敦煌这个研究的这个点儿呢要撒遍全世界，要把敦煌的这个莫高的这个精神的大旗呢擦遍这个世界各个角落。这个话呢，我觉得就过了，这个话就过了，不可能的是吧？不可能的，说这些大话，咱就不说别的，你能到非洲去吗？是吧？你能到拉丁美洲去吗？不是。那么我们敦煌的那些点儿，也就是在欧美的一些国家，特别欧洲啊，有敦煌卷子的这些收藏的这些地方，这个地方是有资料，他们做的比较好，而且比我们前进的步伐要快，是吧？而且他们占有语言的优势，这个是我们虚心要向别人学习，也是要跟人家合作的。但是你现在说一下要把敦煌这个一下子说的好像是全世界都知道，不见得不见得，因为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到这个撒马尔罕，就是去的时候，在撒马尔罕博物馆那个馆长是俄罗斯那个啥莫斯科大学毕业的考古的这个博士，我问他说他居然不知道敦煌，我很惊讶，我说你这个居然你都不知道敦煌吗？是不是？所以我当时就给咱们这个杨秀清这个秘书长是吧？敦煌基金会的，我就说马上送他2本这个画册，请他到敦煌来考察一次，是吧？
你萨马尔罕，我们对萨马尔罕都这个这么知道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是很关键的，这个和西瓦城都是和中国粟特有关的，结果他居然不知道有敦煌，原因什么的？后来问，因为人家那是不研究佛教，他不知道佛教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对佛教也不关心，哎，因为他那个地方呢，原来是个仙教、摩尼教是吧？景教的地方。那么后来呢，伊斯兰教进来以后，哎，它的一个很大变化，所以那个佛教呢，在他那儿呢就不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哎，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大家不要太就是我们要有自信，但是不能自傲，哎，这个一定要把握住，哎，我想这个可能对国内的这个学者来说呢，最大的障碍呢，是不是现有资料不足？哎，过去说资料不足，现在应该说是应该是资料也不少，当然也有一部分不太清楚，这个张主任、张元林这个张教授他们都清楚是吧？他专门他们做的这个当然了也有这个语言的破译的难处是吧？那这个确实是那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西亚这个到中亚过来，我们26种、28种语言是不是？那真正能懂语言的也没有多少，能够解读粟特语呀、解读这个梵文的还有人，其他的语言呢都有很大的这个困难，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些对学习我们这个年轻的学子来说，大家要有信心，一定是后浪能这个拍前浪，因为他们前面现在外语程度也很高，学这个英语这个学的都是很棒。现在不光是有英语是吧？有俄语、德语、法语，有几种语言的我们这个学者里边都有。而且我也看到有很多年轻学者呀，他们借助这个语言的优势，肯定会超出我们这一代甚至老一代的这些学者。我的这个回答呢就是这样子，谢谢。谢谢谢谢葛教授。因为刚刚就是围绕着这个提出了几个问题做了一些回应，不知道我们另外2位嘉宾就这些问题有要说点什么吗？这个沙教授和张主任，你们有没有要？刚才葛教授回答了就是目前的国际敦煌学这个，因为我是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的负责人，其实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国际上敦煌学研究的动态那么所以呢这块呢，我想在葛先生的基础上呢，我再做一点补充，就是对于敦煌的资料，前面葛先生已经讲了，有早期的敦煌学100年，过去100年的研究成果呢有不同的理解那除了资料的本身的多语言性以后，研究成果也有多语言性，所以现在我们研究这个敦煌学呢，我们就不能仅仅说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还要了解域外的，所以这对敦煌研究呢就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对国际敦煌的研究成果，不仅是过去100年的，而是我们新世纪21世纪这么多年了，因为21世纪敦煌学研究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已经跳出敦煌了，就是刚才葛教授讲，就是单纯的像上个世纪日本或者法国或者俄罗斯他们那些学者，老一辈学者就是研究敦煌、解读敦煌的东西的这个曲线呢已经变了，更多的是呢从研究丝绸之路，用敦煌的材料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现象、宗教现象。那么可能敦煌哪一段、哪一个图像或藏经洞哪一个文像能有用，就是把它研究的这个维度更拓展了，这是一个趋势。那么对我们国内学者讲呢，就是一定要重视这个国际上同行的过去100年和现在的新世纪这个将近20年的这个研究成果，这样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深度和这个视野才能打开，因为确实是不同的视角会同样的材料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了解国际同行的研究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就补充这个，谢谢。谢谢张主任那个葛教授，您对刚才2位讨论人的这个一些意见，你有没有什么要回应呢？他们2个呢给我这个很大的这个帮助和启发，因为他们呢是专门呢从事敦煌研究
从事了很多年，是吧？都是这个有30年的这个经历了，哎，那么2位都是杰出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进入中年的这个学者了，哎，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实际刚才呢，并没有把他们的这个新的这个成果呀，介绍给大家，希望以后有时间能够介绍。那么你像这个沙武田教授，他对吉滨人呀、对于田人呀、对其他的这个在敦煌的活动的这个研究啊，实际是很有心得的，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因为时间关系，他今天没有讲。哎，那个张元林这个教授，他这个对这个日神、月神呀，刚才包括讲风神呀，我们还讲的有雷神呀等等。哎，就是加林平加鸟啊、塞人呀，就是追类希腊罗马呀，这个因素呀，就是怎么反映在敦煌，他们都有很好的这个解读。所以我觉得，就说是我们不说我们3个是铁三角吧，但是就是我们3个就是很有这个互相启发的这个作用。哎，所以我现在呢也是在他们启发下，还在继续考虑一些问题，继续考虑敦煌。就是我们讲就是走出敦煌。看敦煌，也有人说是跳出洞窟看洞窟，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利用，就是认识敦煌在河西走廊上的作用，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关系。这样子，西域的技术中啊，就是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来看敦煌。过去我们是在敦煌里边自己看敦煌，是吧？哎，现在呢是用世界眼光来看敦煌了。我觉得这个呢，他们2位呢刚才讲的呢，我都同意，哎。而且呢，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就是今后呢，敦煌怎么样能这个继续保持它的这个青春的气息啊，继续能在研究上就是达到这个国际一流的水平，是吧？我不太赞成，我经常给他们讲，我说我们别做这个现在这个别做那些垃圾产品，是吧？就是别人都说过的，你也在说，没啥意思了。而且我一再就是给这个。沙老师啊，张老师讲，我说我们不是说不做普及性的工作，可以做普及，但这个普及性的这个一定也是要有精准，一定是要拿出来，就是让人国际同行一看，哇，不简单，中国学者也有话语权了。哎，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标，是不是？不是说这个原来是在人家手里，现在我们就比人家强了，也不能完全说，我们还要继续做很大的努力，而且有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学者。现在愿意投入到这个敦煌的这个研究里边来，而且愿意借助敦煌的这个渠道走向世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吧。哎，因为自由文明呢，在这个交流中，哎，在这个打开这个大门中，我们才能看到世界，哎，也从世界上呢又倒回来看我们，这样我觉得才是我们一个文明的道路，也是我们今天，要不然这么多人在这干嘛呀？是不是？我们做的就是要让中国这个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了，还有更大的气度，容纳这个包容世界的这个这种这个文明的这个互鉴，是吧？特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候，我们更应坚持一定是这个开放，一定是吸收世界文明，推动中华民族呢走向这个世界这个之林。谢谢，谢谢啊，葛教授这个很大的这个怀抱啊，很大的抱负啊，我觉得很令人钦佩，也非常高兴啊，非常荣幸，我们今天啊为我们3位这个敦煌学的这个顶尖的学者啊提供了这样一个同台论道的一个机会。我想这也是学界的一段佳话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讨论现在这个时间已经相当长了其实说到底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从一个具体的一个研究甚至是考证性的考古方面的这样的艺术研究其实呢直指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文明是怎么样形成的，文明是怎么样演变的文明如何能够繁盛？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考虑的最大的问题。而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译文讲座今年的第1讲和第2讲第1讲是冯石先生讲这个
夷夏中西，那是讲的这个上古时期的这个族群文明的形成这样一些问题。然后第2讲是北大罗新教授讲的是这个中古的这个跟那个年代跟我们这个很近了，讲北魏的当时的这个内亚传统那我们这一讲，其实我觉得这个3个题目有点殊途同归比如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从过去的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比较小的狭隘的一个视野能够走出去，能够跳出去有一个非常广阔的视野，一个非常多元的视野，然后回过头来再来看我们过去的研究，包括对比如说这个反弹琵琶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它在洞窟里面已经存在这么多年了，我们也拿它做了很多这个今天的通俗化的演绎把它变成了这个歌舞变成了非常流行的甚至是广告的这样的形象那这个东西怎么去解读呢？对吧？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这些这个研究的方法和比如说罗新教授的这个研究方法还有这个冯石先生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因合的。当然，大家其实做的不同的工作，做的不同的研究，这个我想是不是整体上也看出来，经过这样一些年以后，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里面有一个比较更具有反省的这样的一种转变在各个领域都有反应，而且这种转变带来了非常积极的一个后果。就是或者说一个成就，就是能够有一个更广大的视野来把握历史，而使我们过去一个已经传承下来的比较固化的那个历史的解释、历史的叙述，有了一个完全非常新的一个面目有了一种深化，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另外呢，我刚才在听的过程里面，忽然这个想到一个事情一个假设，就是如果这个反弹琵琶这样一个艺术形象也能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那谁来申报？谁有资格来申报？当然我这样想是有点突发奇想了，而且这个反弹琵琶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它也未必符合申报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些条件但是呢，它有它接近的地方我们暂且拿它做一个例子，谁有资格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有现实性，对吧？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反弹琵琶的艺术形象是一个流变的在这个文明交流过程当中经过很多人的创作很多不同族群的创作最后形成的，那是不是现在大家假定可以申请的时候，那比如说这个胡人当然胡人你要落实到一个现在的族群，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中国还有什么是不是希腊的或者说半在庭的东罗马帝国他们传承下来这个传统那是谁来申请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碰到很多，比如说端午节的这个申遗那这是前些年的一个事情了当然引起了很多这个争议但是这个南韩他申请，他其实是申报的是他们的江陵端午祭但是呢，它在源头上，那毫无疑问是跟中国有关系的，对吧？日本也有很多节日也跟中国有关系。如果这些节日要去申报那它根据什么它当然有改造，有变化，但是这个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那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遗产或者说这种文化创作，它的这个所谓我们打引号的归属或者所有权的问题。那这个是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谁的遗产或者说这个问题对不对？你能不能说谁的遗产？是全人类的遗产呢，还是某些族群的比较固有的这个遗产？到底是这个遗产和人类的关系是一个共享的关系，还是具有一种独占的关系这个本身是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紧张的问题
啊。一方面，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讲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呢，你申报的话，申报和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它还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啊。所以你这个一定是一个国家去申报。那你申报你这个国家申报，你不能去申报别的国家也要申报的东西，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紧张的关系，而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出现了一种政治化的一个问题，啊，一个民族主义化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比较封闭性的，就有这种特点。比如说前一段啊，是不是现在还在流传，一个其实没有根据的一种说法，叫印度申请中国的这个象棋作为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据说还是申请了6次都被驳回了。这个消息在在这个从自媒体一直到一些比较正规的媒体啊，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都有报道，但实际上这是完全是一个假的一个消息，啊，这个专家已经有一些回应啊，没有这么一回事情，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提出来？这里面跟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啊，尤其是当下的这种关系，可能就有很密切的联系了，对吧？就是说，这样一个文化上的一种项目，活动，它也可能被这个变成了一个被绑架了，变成一个政治化的东西，一个民族主义化的东西，而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人类文化遗产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这就是回到我们今天也在大家讨论这么多的一个问题，就文明是怎么样生长的，怎么样才能繁盛？像刚才葛教授在回应这个听众的问题时候，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大唐不是因为它虚弱，它欢迎各种文化进来，而因为有各种文化进来，它就繁荣了。其实首先它自己强大，而这个强大其实可能是2个方面，一个方面葛教授特别强调了他自己自身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制度本身它的合理性它的文明程度，它对周边的这个其他的文明形成的那样一种有吸引力的、有号召力的这样一种实力这种实力可以是硬的东西，也可以是比较软的东西那不管怎么样，它是自身很强大。那这个时候呢，它可以去吸收各种外来的这个文化因素而这种吸收本身又强化了它的又使它更加强大所以这2个可能是相互之间是有一个正面的一种互动的关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会去想大家提的问题也是，那么这种怎么去把这样一个局面延续下来一个文明又自信又开放又强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关心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研究，包括甚至除了学者的研究，甚至还有政治上的或者说国家间的这种交流和这个宣示对自己政策的这个宣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个自由的交流自由的选择而这个自由交流和选择，它一定是它不是说国家自己就能够去创作出来去把文化创作出来，而是说它提供这样一个条件让这些个人、让这些族群、让这些地方共同体，它能够充分的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可能就是我们说你要有这样一套制度你要有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才有可能创造这种文明的繁盛所以在这我们去想象这个艺术的这个形象，像反弹琵琶这个艺术形象为什么能够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有非常有意义的一种转化用到不同的领域当中去成为大家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或者一种文化的一种样式，这个一定是具体的每一个人去做的它不是说我们去立一个项目就能把它做出来拨一笔钱就能把它做出来，就像我们想要去说
拨出几百万去找到它的源头，那不一定能找得到，对吧？当然呢，可能葛教授自己一个人他就因为有他的这样一个一种视野，一种想象力，他发现一个线索，他给我们来复原这样一种可能的一个景象。所以我想，可能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是今天这个讲座让我们大家能够想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了我相信我们几位嘉宾应该都是非常有体会的所以非常感谢葛教授还有这个沙教授张主任，我们几位嘉宾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讲座，也谢谢各位听众，还有我们的直播团队，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讲座就在这儿结束了，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